宿主给你一把菜刀，不给任何修为，让你阻止唐僧西天取经，成功即可获得奖励。你可敢？有何不敢？童子哥，你还真就啥修为不给，就这一把破菜刀，我不得被猴子一棍子抡死。尊敬的穿越者，您的工号是9527，恭喜您获得万物55开技能，谁都干不过你，你也干不过谁，你就说爽不爽吧。可是系统，这菜刀上 Made in China 是认真的吗？快点快点，呆子，你没吃饭吗？你还知道我没吃饭啊？催什么催啊？你行你来牵马。八戒，你忍耐一下。悟空，找个地方歇息一下，你去化点元吧。大师兄，师傅说的对啊。你个死猴子有病啊！走着走着停下来干什么？呆子，你眼瞎？没看见前面站着个人吗？这小白脸没事站在路上干什么？这位施主，可否借道一下，方便我们师徒4人过去？过去想得美，麻溜的，打劫。这位施主，我观你仪表堂堂，实乃富贵之人，为何要做这等草寇山匪之事？没听过衣冠禽兽4个字吗？谁规定长得帅有钱就不能出来打劫啊？赶紧的，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后面是啥我忘了，总之给钱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现在停手还来得及。我这几个徒弟可不是什么善茬呀。师傅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这么凶，还不是路上妖怪多，要保护您吗？我这不是恐吓他一下吗？让他知难而退，省得你手脚没个轻重，又伤了无辜性命。你这后生打的倒是白净，不好好做人，跑着来当什么劫匪也罢。今日看你孙爷爷我如何替你长辈管教管教。我说弼马温，你币抓完了没？还教训我？你有那能耐吗？还有那个唐僧，改改你那圣母心，别以为自己是金蝉子转世，有背景就可以乱来。天蓬元帅干什么呢？把小白龙牵那么紧，着急回高老庄看媳妇啊？还有那卷帘大将沙和尚，老好人行李挑得不错。你到底是何人？区区一个凡人，竟然知道俺老孙的历史？听好了，爷爷我是你们西行路上最大的绊脚石，工号9527。小贼，再不走我就要干你了。来吧，正好试试我这菜刀锋不锋利。哎，贼子，是俺老孙一棒。这菜刀果然够硬，金箍棒砸下来连个缺口都没有，系统撑不起我。这货明明是个凡人，为何能接俺老孙一棒？猴哥，哦不对，弼马温，你就这本事吗？管丫丫，气傻俺老孙了。猴哥，你行不行啊？你看看你这棒子砸过来，我都没感觉，难不成是500年大山压得你尾掉了？打了这么久，这会儿是一点血没掉，我猴毛都掉了好几撮了，这还打个鸡毛啊！小贼，你给我等着，咱们的仗没完。猴哥，我叫9527，不叫小贼。检测到宿主成功拦截唐僧师徒西行，奖励100点成长值。让奖励来得更猛烈些吧！今天我就在安营扎寨，誓死不让他们西行半步。徒弟，山神，给老子出来！你敢信？这个凡人老六仅凭一把菜刀，就敢跟孙悟空干仗？只因他觉醒了万物5开系统，谁都打不死他，他也打不倒谁。参见上仙，不知上仙唤我等前来，有何吩咐？土地爷免礼，我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，需要个落脚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让你和山神帮我建个房子。谨遵上仙法旨，那我们兄弟2人就先去给您物色位置。去吧。土地老哥，那明明是个凡人，你为何对他如此客气？刚才他和齐天大圣对战的情况，你不是没看见？就连大圣都拿此人没办法，咱们一介小仙，若是不听话，还想不想活了？原来如此，多谢老哥指点。我看这块地方就不错，咱哥俩抓紧时间给上仙建房子吧。大功告成了。多谢山神土地，上仙折煞我俩了，咱们既有了交情，那小仙就斗胆说一句，您要知道，唐僧师徒4人可是大有背景，他们西天取经是佛门和道门协商好的。如果您不是上面派下来应劫的，没有山门靠山的话，这阻碍的可是……我没有山门，毫无背景，就光棍一个，而且
我的任务就是拦住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，就是不让他佛门大兴。上仙慎言啊，佛门势力庞大，特别是目前，势不可挡啊。什么势不可挡？不要怕，从今天开始我罩着你们2个，不跟你们说了，累了一天，我进去睡觉了。哪头咱们都得罪不起呀！坏了，我听见大圣也在召唤咱们了。照我看啊，那个叫什么9527的，摆明了就是冲我们来的。那家伙跟猴哥不是打架，根本就是在耍猴。呆子，我看你是皮痒了找打事吧？你这个早闻的猴子，有本事你就去收拾那个张北玄，跟我吵吵算什么本事啊？就会窝里横。悟空，你可有什么对策？师傅，他能有什么对策？都打不过人家。依我看，那个贼人十分厉害，我们不如把这行李分分，各回各家好了。你个呆子，欠打！土地山神，给俺老孙出来！参见大圣。参见大圣。此处有个贼人叫9527，你们可知晓？大圣所言可是刚刚跟您对战的那位上仙？你叫他什么？上仙？大圣息怒，大圣息怒啊！小仙也是没有办法，他法力那么高强，小仙也不敢乱称呼啊。悟空，不要为难他们，你法力这么强大，都无法奈何那贼人，何况是他们呢？2位，快快起来！那我问你们，这妖怪是什么来历？回禀大圣，怎么说呢？以前根本没有见过这号人物，也就是今天，几乎是跟大圣您一同出现的。而且你们打完架后，他还召唤我们了。他跟你们说什么了？他说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他要住在此处，让我们给他弄个住所。我们没办法，只好答应了。他可有透露自己的底细？说了。他说自己毫无背景，来此地就是为了阻拦你们西天取经，不让佛门大兴。他竟这样说。我是西游世界里的凡人，工号9527。今天我用一把菜刀成功阻止了唐僧师徒一行，孙悟空气得只能去天庭咬忍。老官，俺老孙有事求你来了。你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了吗？到我这凌霄宝殿所为何事啊？别提了，俺老孙在路上碰见一个妖怪，他的手段倒是平平，但俺老孙使出了浑身的本事，都奈何不了他。这不特地上天来，想老官你帮我查查，最近有没有凶星下凡，挡住俺老孙去处的。你这泼猴啊，也有今天，张天师。臣在。你去勘察诸天星斗，各个神王，看看有没有私凡下界的，从速报来。臣遵旨。天师如何？可勘察仔细了？大圣，满天星宿，各方神将俱在，并没有私凡下界的。那这么说来，不是我天上的神仙了。悟空啊，你还是到别处找找吧。玉帝老儿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是你天上的神仙，也是凡间的怪物，你得帮我捉妖拿怪啊，不然我就赖在你这凌霄宝殿了。你这泼猴，既如此，你就挑几位天将，随你下界降妖吧。那就劳烦托塔李天王和哪吒3太子，虽俺老孙辛苦一趟了，另外还要借雷公一用。要雷公作甚？等到李天王和哪吒跟那贼人交手的时候，找准空档，劈他几个响雷，即便炸不死他，也吓唬吓唬他。再不济，咱们也得助威呀。就依你，李天王、哪吒、雷公电母，你们就随他下界走一趟吧。臣等遵旨。瞧，就是那处院子，那贼人正在院子里喝酒吃肉呢。那人手持一把菜刀，可不是普通货色，几位要当心啊，切不可轻敌。大圣，先让他吃我一记炸雷。不好意思，大圣，我手抖，劈歪了。老天爷，不仁义啊！劈我鱼是不是？不对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怎么云层上还站着那么多人啊？妖怪见到我3太子还不速速投降？风火轮、火尖枪、混天绫，那就没错了。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，我们的朋友小哪吒。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既然知晓我的威名，那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，不然没你的好果子吃。我有个问题，想委婉的问一下你，你上厕所是站着的还是蹲着的？我蹲你姥姥。是不是累了啊？那你歇会再继续钻。说实话，对于这把菜刀的品质，我还是很怀疑的。正好你帮我钻一下，验验货。
小贼莫要猖狂！你搞偷袭，你个小垃圾，你没有武德，你都不敢跟我正面对抗，你玩个屁！我这一道闪电之中可是蕴含着天道之力啊！下界很多修行千万年的妖魔鬼怪，也扛不住我三雷之击。这厮竟如此强悍，居然只手轻松拿捏。三太子，你要不稍微停会，我手心被雷劈得有点痒痒，想抓抓痒。不会吧？菜刀真的被干穿了？你敢信？我只用一把菜刀，竟然把魔丸哪吒打得找不着北。经此一战，我在自由世界彻底火了，漫天神佛却慌了。我去，系统承不起我，果然牛波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小贼，我跟你拼了！拿下了，三太子实在威武啊！吾儿哪吒有大仙之姿啊！哪吒500年跟俺老孙打的时候，这混天绫和乾坤圈也没能困住我。那么500年过去了，愈发长进了。不好，你们快看！三太子，你这圈送我可以吗？当呼啦圈挺好用的。三太子闪开，俺老孙前来助你。来得正好，我的菜刀正想开刃呢。啥师弟，咱们也去给大师兄帮帮忙。可师傅不能无人保护，那贼人对师傅根本没有兴趣。再说了，有小白龙在，有危险直接化龙带师傅飞上天。好，那就让我们去助大师兄和三太子一臂之力。不好，快撤！别走啊，这就不打了，你们这不行了。父王，您要出手了，太好了！李天王的玲珑宝塔原为天界重宝，曾经是上古10大神器之一，拥有浩大无筹之力，据说能够降服一切妖魔鬼怪，必要时仙神也能被收服。这下那贼人跑不脱了。我去，你个老登，居然敢吸我！父王，这人怎么会连您的宝塔都不怕？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收兵吧！刚才的战况你也看见了吧？哪吒三太子可是正儿八经的天庭正神啊，托塔天王李靖那更是何等的人物，结果全被上仙给打跑了。上仙说以后要罩着咱们两个，还真不是吹牛。所以你现在知道我为何要对上仙处处殷勤了吧？我当土地神当了多少年，自己都忘了。我也想晋升，奈何根本没有希望。天庭升迁系统里关系户特别多，像咱们这种没门路的，一辈子都没指望。我懂了，有句话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。现在上仙来了，指不定我们跟着他，能搏一个机会出来。父王，现在我们该怎么办？为父也不知，就连玲珑宝塔都奈何不了这个贼人，这可如何向异地交差啊？这个妖人实力强大，想必我们就是再请神将，估计也是打不过他。应该要找到他的弱点，才能打败他。他这么无敌，有啥弱点？俺老孙有主意了，尔等在此稍后，俺去就来。穿越西游世界，我一把菜刀打猴子只能搬救兵，可救兵也奈何不了我。这下整个西游布局者都慌了。我的星君，我的星君，是孙大圣啊！许久不见。我这次来不为叙旧，是找你帮忙的，请你和我一起下界降妖。我和我的2个师弟，加上李天王、哪吒都没有成功拿下那个妖人。你们这么多人都打不过人家，你叫小神下去，这常言道，水火无情。这个人虽然实力强大，我们硬拼不过，但是不代表他不怕水火这种天然的力量。俺望星君等我下界，助俺老孙一臂之力。那小神就跟大圣走一趟。天王，小神前来助阵。好，还请星君大展神威，我即刻发兵，擂鼓助威。且慢，那妖人实力强大，我们正大光明的攻击，肯定让他有所防备，不如直接搞偷袭。我儿说的颇有几分道理，兵者鬼也，出其不意才是关键。星君，快看，那贼人居然在睡觉，快趁着他没有防备的时候烧洗他。好，三太子退后，小仙这就开始施法。太阳之灵在我之身，我如烈焰，烈焰如我。焚烧天地，万物不留。我去，这什么情况？我的躺椅怎么被烧掉了？周围这些火又是咋回事？谁啊？这是给我蒸桑拿呢？
阵被破了，我遭到了火旗的反噬。大圣，小神无能，这个贼人太强了，我的天道之火根本烧不起他。不对，我甚至烧不了他半点毫毛。他就是大罗金仙，也不可能肉身强到这个程度吧？原来又是你这个造瘟的猴子，挨千刀的又来搞偷袭。你陪我唐毅，陪我庄园，陪我大柳树。土地，珊珊，给我出来！赶紧干活吧，我睡个觉的功夫家被偷了。上仙休息片刻，我们俩即刻就干。珊珊，这个柳树我第一眼看上去就很舒服，被烧起了，我心里怪难受的。你能不能给我复活了？恐怕不能。这柳树被烧的火不是凡间之火，乃是天火，可灭万物生灵之魂。小神没有这个法力，恢复不了。要不小神再为上仙挑选一颗。不用，你先去干活吧。系统出来，你有没有办法复活我的柳树？你要是不帮忙，我可就罢工了。尊敬的穿越者9527号，您好，您的主线任务为阻拦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，成功阻拦1天即可获取成长值100点，成长值可用于系统升级。我去，这些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？系统升级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系统共同分9级，1级是55开，顾名思义，穿越者和本世界万物55开，无论敌人是强是弱，一个人还是一群，法宝或者法器都奈何不了您。说点我不知道的。2级能凭空造物，但只能是死物。3级能点化世间万物，让凡人变圣人，废铁变仙器。4级能掌握世间万物生死，一念可让其复生，一念可让其死亡。也就是说，等我升到4级，就能复活我的大柳树了。太好了，我一下子干劲满满了。宿主，别高兴得太早了，李天王他们正研究怎么对付你呢。大圣，火德星君受伤了，也没把那贼人攻下来，这下可怎么办？那厮看上去不怕火，想必是怕水。我再上天一趟，请水的星君前来。水的星君，快跟我走！大圣，何事如此急切？那下界妖人十分厉害，火的星君和李天王都拿他不下。我想他既然不怕火，一定怕水，特来恳请星君施水势，断老孙捉的妖人。也罢，大圣，黄河水伯在此，我可以让他拿着我的法宝陪你走上一趟。遵星君法旨。那么小的鱼能装多少水啊？星君，你这是在逗我老孙啊！不瞒大圣说，这鱼里乃是黄河之水，半鱼就是半河，一鱼就是一河。果真，那只小半鱼足矣。水伯，你瞧，那厮现在就在院子里呢，快放水吧。大圣，您就瞧好吧。这可真是大河之水天上来啊！孙悟空，我明白告诉你，在老家，我可是号称浪里小白龙。看刀，万刀齐鸣。妖怪看打，妖怪看枪。三太子，我何为？我们攻他一刀阵的那只左手。神话人物也不过如此，我哪怕需要一手玉刀挡住天上之水，另外一只手照样可以五五开于世间。大言不惭，是俺老孙一棒。好强的刀式啊！不跟你们玩了。上仙饶命啊！我也是迫不得已，身不由己，这才来为难上仙啊！嘿，亏你还是神仙，一点慈悲之心都没有。你看看你放的水，把下面淹的，导致多少动物流离失所，多少百姓良田被淹没。要不是我阻止，这块地区就成湖泊了。小神也是受星君之命啊，上仙。妖怪放了水吧，是俺老孙一棒。把你手里那个碗给我。上仙不可啊，这可是水德星君的宝物，不是小神的。上仙要是拿走了，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啊。这么说，你是想现在原地灰飞烟灭喽？好，我满足你。反正干掉你之后，法宝也是我的。上仙不可啊，饶命啊！还不快滚！这倒是个好玩意，幸好这个河伯是个胆小鬼，一吓唬就给了。其实我压根奈何不了他，最多只能跟他五五开而已。我说大圣，这事你可得帮小神说话，是那个妖人强抢白玉鱼的，不然小神会被星君怪罪的。水伯放心，星君问起来，我一定帮你作证。不过眼下宝物被抢，我们又该如何？大圣，我有一计。说来听听。您可知这白玉鱼乃是乌号宫立身根本，水的星君用水之术高超，掌管天下江河。大圣以为水的星君这么高超的用水之术，事实从何处呢？3界之中，谁能当得起水德星君的老师呢？你是说观音菩萨？
大圣说的没错，水德星君的老师正是观音菩萨。这老孙倒是不曾听说。当年观音参与禹王治水，一举成名。水德星君慕名前往珞珈山拜师观音，并偷袭得观音用阳之玉打造法宝的秘诀。之后，水德星君偷走了观音净瓶用剩的一小块阳之玉。水德老贼竟如此下作！大圣慎言啊！从那之后，水德星君被逐出师门，彻底与观音决裂。这一小块阳之玉再打造一个净瓶是不够的，所以退而求其次，他打造出了一个白玉鱼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这白玉鱼能装下整条黄河之水。原来与观音菩萨的玉净瓶乃是同根同源啊！没错，后来天庭修建蟠桃园，需要大量的水来滋养，于是水德星君毛遂自荐，这白玉鱼正好派上用场。可现在那贼人拿走了白玉鱼，相当于断了蟠桃园命脉，这就间接威胁到了全天庭神仙的俸禄。这跟你要说的良策有什么关系？大圣有所不知，这水德星君是太上老君的人，所以咱们可以借着这层关系，请到老君他老人家的帮忙。再者，为了蟠桃园，天庭众仙都不会袖手旁观，这贼人已然成为全神公敌，确为良策。走吧，随俺老孙去面见玉帝。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水收到这个白玉鱼里面来呢？尊敬的穿越者9527号。检测到您捕获到洪荒世界法宝白玉鱼，是否获取相关使用指南？这才是好系统嘛！在主角有困难的时候，就要主动出来帮忙。获取。我说你咋这么好心呢？原来在这等我呢。汝之算盘，震耳欲聋。罢了，为了这方圆百里的生灵，100点成长值花就花了，兑换吧。原来如此，看我雷霆吸水。没想到这白玉鱼还挺好用。参见上仙，我们是来感谢上仙的，要不是上仙及时阻止天上之水，我这山中百兽们恐怕不保。您有如此好生之德，真乃圣人也。是啊，要是没有上仙收走这地上之水，不出100日，这里就彻底沦为一片湖泊了，我都得卷铺盖走人，换河神来了。多亏了有白玉鱼这件法宝，我把它抢来，恐怕线下天庭要乱套了。诸位爱卿，可有良策？陛下当务之急，应该立刻发兵下界讨伐那妖人，夺回法宝白玉鱼啊！诸位道友，你们想想，我们坐在瑶池里，吃着蟠桃，听着乐曲，欣赏嫦娥仙子的舞姿，突然间就没有水了，没了水，蟠桃树怎么办？蟠桃会怎么办？我们这一年到头的修仙盼头就彻底没有了。道友们，星君所言极是，必须要讨伐。说得对，我财神为了顾全大局，请求跟他单挑。李天王即差4大天王、巨灵神协同你和哪吒点28宿，9曜星官、12元辰、5方揭地、4指、公曹、东西星斗、南北2神、5岳4毒、普天星象，共10万天兵，布18架天罗地网，下界去捉拿那妖人。臣等遵旨。这个阵容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啊？令雷部36神也尽归李天王调遣。陛下，36神果为天阙，负责保护您的安全，这都调走了。陛下您朕意已决，你安心调用。领法旨。看来这回那贼人是插翅难逃了。今儿个是第4天了，1天100成长值，看来再过几天就能升级系统了。上仙，您一个人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来吧，大吉大利，一起吃鸡。不可不可，我们兄弟俩可没有银钱能给上仙您。就咱们这关系，提前不生分了吗？再说了，你们作为神仙还缺钱啊？上仙，你有所不知，我们土地山神是神仙里的级别最低的一档，但凡有点职务和法力的，我们都惹不起。而且那些正牌的神仙都不管我们叫土地山神，都叫我们地里鬼、山里鬼。我们下界小神都是吃香火的，可这片地方人烟稀少，香火不旺，而且天庭有规定，我们不可以用法术变出钱财去人间使用，抓到了就是重罚。俗话说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，你们一个土地，一个山神，在地里找点金子银子卖了不就成了？我们也想啊，可这都是天庭的财产，除非凡人自己挖掘，一旦神仙参与其中，被抓到，轻则处罚，重则开除神籍，打下18层地狱。天要下雨了，两位还是先回家吧，等我摆平了他们，我们再去。上仙不行，咱们就撤吧。以上仙的实力，完全可以逍遥世间。放心，土地公，这世间能打败我的人还未出生呢。
那您多加小心，我们兄弟俩就先告辞了。来人，将关天镜取来，朕同众仙家一起观看天兵讨伐贼子的战况。此子看上去倒是有几分仙气，眉宇之间也是不凡，可惜呀。此时此刻，我真想吟诗一首啊！黑云压城城欲摧，甲光向日金鳞开。角声满天春色里，算了，还是打架要紧。真没想到，这贼人还有如此文化，2、3句诗就将天兵压境的压迫感画面勾勒得惟妙惟肖。可惜最后一句没吟出来。不是我针对谁啊，在场的诸位都是垃圾，我只要稍微出手，就是你们的极限。父王，快下令吧！我实在受不了了，这家伙太嚣张了。贼子，我知你颇有实力，但我天庭威严不可冒犯，现给你一个机会，交出白玉鱼，乖乖束手就擒。本帅可向义帝求情，宽恕于你。白玉什么？水德星君之物，白玉鱼。什么玉鱼啊？就是你之前夺走黄河水泊的那个白色的白玉鱼。白什么鱼啊？他妈的，第2名！要打就打，废话真多。众将听令，杀！巨灵神，你这把斧子是豆腐做的吧？贼人休狂，吃我魔礼青一剑。来得正好。贼人看法宝，一把破伞，还在这里晃来晃去。此子猖狂，却敌不过我的混元珍珠伞。看来诸位仙僚要为我魔力红准备庆功酒了。父王，那贼人这么轻易就被收拾了？混元珍珠伞固然厉害，那也敌不过我的玲珑宝塔。我总觉得事情不妙，且再看看。伞，我的伞破了。活该！你要是不许我进去，我在外面还弄不破你呢。我二哥平时最宝贝他的伞，下雨天都舍不得拿出来打，你这家伙居然给干破了。要人看我法宝。长点记性吧，我得星君的火焰都奈何不了我，你以为你就能对付得了我？魔音4重奏，难听死了！拿来吧你，看小爷我给你露一手。玩乐器，我可是专业的。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《东风破》？岁月在墙上剥落，看见小时候。旋律优美，妙哉妙哉。不对，这贼人的琴声让人滞缓。不懂艺术就别乱说，这叫大道之音，能够引起人神内心最真挚的感情。此子猖狂，雷部36身，尔等负责包围他。28宿，9曜星官，12人臣，5方接地，4指公曹，东西星岛，南北2神，按照各自星位，站位4基围剿。父王，这是打算用诛仙阵了，终于能给这个贼人一点颜色看看了。早这样不得了，一起上，省得我浪费时间。来啊，你们就这点本事吗？贼人还不快束手就擒！诸位使尽全力，一起合击！过瘾，过瘾啊！这架打得我热血沸腾啊，终于能流汗了。来啊，你们就这点本事吗？这人实力深不可测，再加上白玉鱼还在他手里，看来我得使用缓柔政策了。9527道友，我劝你回头是岸，交出白玉鱼，我们一切好商量。眼看打不过我，开始叫我道友了。李天王，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你恢复一下。你已经被困在此阵中，而我身后数万天兵还未加入，天庭更是还有高人未出。你若此刻醒悟，还不算太晚。李天王，你真的以为凭借这些杂碎就能困住我？我说过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怎会这样？猴子，看好了，爷爷我今天就让你看看什么才叫齐天大圣。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的眼，我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，我要那众生都明白我的意，我要那诸神佛都烟消云散。李天王，你的阵也不过如此吧？传令鸣金收兵，算你们跑得快，要不然我的菜刀可饶不了你们。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天界的精锐兵力，漫天诸神愣是拿您没有一点办法。上仙威武啊！上仙，我对您的敬仰真是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，犹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去你的！再去给我抓几只烧鸡来。得令，您就瞧好吧。自从我从老虎变成人形之后，这抓鸡的技巧怎么还退步了呢？这不是我们山神大人吗？怎么神不当改当妖了？回味一下当初是吧？花斑虎，这是我管辖的区域，不欢迎你速速离开。我作为动物，行走于自然之间，犯了哪条天条啊？怎么你还忘不掉咱们从前那一段？当初我在你父亲麾下当马仔，你我暗生情愫，可我执行任务回来，发现你背叛了我，投入你表哥金刚雕的怀抱。你现在还有脸说这些？都是陈年旧事，提他作甚？我本也无心同你叙旧，只警告你一句，你在此可疑，但是不好乱用法力，闹出什么动静，要是惊动那位上仙，有你好受的。你认识那位上仙？当然认识，那可是我家大人。不对，你骗人，你是天庭神仙，怎么可能认一个跟天庭作对的人当老大？老子不干了，怎么有问题吗？哎呀，虎哥，好久不见啊！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得了，你跟我讲讲你家大人的事情吧。你打听我家大人干什么？谁派你来的？虎哥，
你就给人家讲讲嘛。美人计没有用，我家大人的事情你最好少打听，不然别说妖王保不住你，就连上面也不会放过你。诸位仙家对于这次天庭出征失利有什么看法？臣身为总统帅，有负圣恩，辜负了陛下的信任，导致讨伐不利，恳请陛下降罪。爱卿无需自责，实在是那贼人太高深莫测。悟空啊，这回我天庭为了帮你，真是栽跟头了，连天庭重宝白玉鱼都丢失了。那应该是我们的高端战力还不够，10万天兵，也就是当年打老孙的阵容，我一个人都能吹爆这个阵容，所以这整体实力其实没那么夸张。猴子，你不要大言不惭，当年纯粹是你来的太凶，取了巧，不然本神非得锤爆你。没错，500年过去了，我等也不是吃干饭，修为更加增长，有种再打一次。我受不了，玉帝，我财神为了顾全大局，请求跟大圣单挑。我也只是一说，如有冒犯，还请诸位道友见谅见谅。悟空，那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啊？高端战场就得搞点高端战力嘛。老关，你忘了当年怎么拿我的吗？倒真是把我那好外甥给忘了。张天师速下条令，去灌江口，调二郎显圣真君筑巢，就说天庭有难，速来救援。常接令。老关，那还不够。各位道友，想必大家跟那贼人交手一番，也知道他那把菜刀并非法品，乃是一件罕见的法宝。我在想，要是我们有个什么法宝能套走他的菜刀，他的实力会不会大大受损？所言有理，有没有哪位仙家有此等宝物的？陛下，臣有一策，可替陛下分忧。爱卿有何良策？说与诸位仙家一听。太上老君有一法宝，名为金刚镯，想必大圣并不陌生，就是当年跟二郎真君对战时砸昏大圣的宝物。对，俺老孙怎么把这宝物给忘了？金刚镯其实还有一大用处，就是可以施法套走任何兵器法宝，而且根本防御不住。陛下只要向老君借到此物，那贼人的菜刀必拿下。可如果那人不具金刚镯，又当如何？不必担心，老君有一紫金红葫芦，乃是混沌出分天开地辟，昆仑脚下一根仙藤上结的，只要把这葫芦底朝天，口朝地，叫出对方的名字，只要他一答应，任有天大的本领，也会被吸入进葫芦里。星君所言不虚，俺老孙当年就吃过这宝葫芦的苦头。星君对于老君的宝物了如指掌，看来都帅公平日里没少去啊。既如此，朕就命你前去都帅公借宝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陛下是看不惯我和老君走得近，摆明了治我呢。可我若是自己去，老君定然会骂我，我得拉上个垫背的。陛下，臣想让大圣与我一起前去。哈，说到底这件事确实是因我而起，水得星君，俺老孙就陪你走上一趟。师傅，不好了，那偷咱丹药的贼又闯进门来了。你这猴头，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了吗？又到我这来干什么？还有水德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水德参见老君。老君，如今你也知道，我保那唐僧西天取经，这路上受伤是难免的。我知道老君这里有很多强身健体、快速恢复的丹药，能不能给我拿上几千颗？俺老孙好在路上吃。几千颗，你当饭吃呢？没有。大圣莫要闹了，老君，我们这次是来求您相助的，您是不知道，下界出了个贼人，本事大得很。莫急，让老夫算算，怎么会这样？我居然算不到他的前世今生，难道是有人采用了什么大手笔给他遮盖住了？这是何等逆天的手段啊！我早就说那贼人手段不凡，老关再帮俺老孙算算。可老夫推算了一下你们师徒4人的西天取经，发现并没有任何影响，看来这贼子只是981难中的一难演化，尔等不日便可通过。所以我们特地来向老君借法宝金刚镯和紫金银葫芦，困住那贼人，让他交出白玉鱼。水德，这等良策是天庭上哪位神仙提出的？本来大家都没有办法，是星君说老关你这有2件法宝可以克制那下界妖怪。老君恕罪，我也是想尽快夺回白玉鱼，避免天庭水源危机。好你个水德啊！罢了，既是玉帝有令，我就帮你们一把。金银童子，你们各持1件法宝，下界助大圣降妖。弟子遵命。老关，其实这葫芦给我就行，我会使的，是不是？金角银角大王，那明明是你骗走的。72般变化，那也是俺老孙的本事呢。好了，速跟俺老孙去见玉帝吧。二郎真君，好久不见啊！大圣别来无恙啊！我是奉玉帝调令捉拿那贼人，让你们师徒早日西行的。多谢，那咱们就速出发吧。上仙，这是城里最有名的人间厨子做的饭菜，特带来给您尝尝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啊！说吧，搞这么丰盛，是不是有事求我啊？上仙不好奇我们兄弟俩为啥有钱了吗？我们动了这片土地里的金子，还找到了一块硕大的狗头金。
你们不是说这地下的金子属于天庭吗？动了它，你们不得被抓啊！恳求上仙收留我等。好好的铁饭碗你们不要了，跟着我，风险很大的。这些年，我虽然从老虎化形成人，还混到了一个小山神的位置，但实力还是不入流，谁都能欺负我。上仙那天战斗时说的话击中了我，让我想起了年少时那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斗志。您收下我吧，哪怕留我在这里当看门虎都可以。老朽本是一介书生，死后在地府做事，可因为秉承正义得罪了许多人，升到地面上当了土地，仍然被人排挤，直到上仙来临，如此礼貌待我。我想追寻您，哪怕做一个普通人。可你们不怕被天庭抓住吗？不怕我被天庭打败吗？不怕。如只能同甘不能共苦，那样的事情我们也不屑于去做。起来吧，收下你们！从今天起，你们就跟着我混。不过我暂时没办法教你们法术，可能要等上一些时日。一切都听上仙安排。不是吧？昨天刚干完，今天又来。得了，你俩抓紧躲起来，省得我还得分心保护你们。上仙小心啊，我们兄弟俩就不留在这拖后腿了。二郎真君，大圣随吾儿下去会会他吧。得力。3只眼，3尖刀，完了还带一条狗。你是二郎神对吧？小贼讨打。对了，哪吒，上次那个问题你还没回答我呢，你到底是男的女的？如果你是男的，那你下面是不是也是莲藕做的？你找四。哪吒，我是不是问到你痛处了？这么大火气，再说这么快就伤疤忘了疼啊？你的火尖枪还想再断一次啊？还站着，我傻。我师弟哪吒的实力也算强悍，这一枪下去，那贼人居然如此轻松就抵挡住了。料想那菜刀也不是凡间之物。你说点俺老孙不知道的，行不行？交手便知。师弟，我来助你。猴子，你还愣住干什么？还不快来帮忙？正好你们都来了，别浪费时间，一起上。打完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。哦，谢特，对不起，猴哥，我忘了你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，没有妈妈。这真是一个悲伤的故事。是俺老孙一棒。听说你们3个是天上地下绝无仅有的好手，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干什么？打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间拿手电筒照我？你居然是人修，不然呢？你以为我是什么猴子还是莲藕啊？大圣，哪吒，速速后退，我们需要从长计议。我刚才发现这家伙居然是个人修，这也就意味着他很有可能也是道家之人。此话怎讲？3界之内能够修炼的就那么几个途径：太上老君创道教，通天教主创截教，元始天尊创阐教，女娲创出人族，准提和接引创西天教，后来西天教又改名叫佛教。这司阻拦取经，妨碍佛门大行，肯定不是佛教中人。但你又怎能确定他就一定是道家门人呢？通天教主的截教基本都在诛仙剑阵中阵亡了，阐教我清楚，压根没听过有什么9527这号人，那就只剩下太上老君的道教了。也对，凡人修行都是尊崇老君为师祖的，看来不得不动用老君的法宝了。道友，修行不易，你若速速投降，还可饶你一命。你们仨加起来都打不过我，你还在这放什么大话？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今因童子前来助我，劳烦2位童子了。真君客气了，且看我如何用这宝圈吸走他的刀。说，我去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就这么一把菜刀，还指望他切菜呢？你们就这么想要啊？奏效了，果然是道门中人，一切玄妙皆在道门范围之内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是太上老君的金刚镯，你们可真行啊，居然能想到用此宝物来套我的菜刀。系统设定有问题啊，不是55开吗？为什么我挣脱不了啊？9527号55开的规则没错啊，这个圈圈他也没吸走你的菜刀啊。那我总不能就这样双手握住僵持吧？这不请等着挨打吗？没事，你让他吸走好了，万物55开的设定在，你随时可以召唤出来，你怕什么？你说得轻巧，到时候我召唤不出来怎么办？放心吧，这个世界能封印你这把菜刀的人还没出生呢。既然你们那么想要，那就借你们玩玩。诸位，此时不出手更待何时？真他妈会借，哪里来的野狗？哮天犬，道友未免太过分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打狗还得看主人。你居然对哮天犬下如此毒手，我二郎神跟你势不两立。我说二郎神，你说话讲点良心好不好？俗话说得好，遛狗要拴绳，不拴不遛狗。一条狗忽然朝我扑来，我不踢飞它，还等着它咬我。要是我得了狂犬病怎么办？咬我！你巧言善辩，淡定了，就当我免费给你的爱犬做绝育了。你也不要太感谢我，毕竟我的人生座右铭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嘛。贼人妖言惑众，现在你兵器已被收走，我看你该当如何？看吧。你真以为那破圈子能收走我的菜刀？都来！这什么情况？刀怎么又回到那贼人手里了？我不知道啊，之前从未有过这种事。天王师兄，二位莫急，看我的！妖人，你这般猖狂，是不是认为天下没有奈何得了你的法宝？没错，是又如何？那现在我叫你一声9527，你敢答应吗？95什么？9527？什么27？你不叫9527吗？贼子，何故戏耍于我？
难不成你早就看穿了这宝葫芦的妙用？那是自然，太上老君的紫金葫芦，谁不知道？叫一声真名就会被吸进去。你们真当我白痴啊？师兄为何发笑？是不是多年未尝败绩，被这贼人给气疯了？二位稍安勿躁。换个角度来说，此人不敢答应，就能证明他畏惧这紫金葫芦的能力。正因为他害怕，所以才用戏耍来掩盖恐惧本身，从而迷惑我们。师兄所言极是，道理是这么个道理，可是这家伙就是不答应，那葫芦又不能强将他吸进去。你们仨别在那嘀嘀咕咕了。太上老君的葫芦固然厉害，但对付我还是差点意思。说得好听，你若真有本事，便钻进宝葫芦里，让我们瞧瞧你的威风。行，我就喜欢看你们被打脸的样子。那个什么金角大王还是银角大王来着？你再喊我一次！这贼人居然知道金银童子下界的那一难，不简单啊！9527，我叫你一声，你敢答应吗？爷爷在此。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奉敕，小贼你就等死吧！不到1时3刻，你就会化成脓水。仙童，是否需要我们用法力助你封住他？我担心这等实力强大之人会冲破葫芦瓶口。二郎真君放心，这葫芦便是天王老子进来都打不破，更何况还有我师傅的敕令符在此加持，这小贼必死无疑。我说9527，你就别费劲了。想当初俺老孙被收进这宝葫芦里，那可是没少吃苦头啊，结果照样冲不破。我没说错吧？银角大王，劫难已过，大圣，往事休要再提，我们还是速速去向李天王回禀。刚抱上的大腿就这么没了。哭什么哭？你没看见上仙是主动进去的吗？他从来不会做没把握的事，等着瞧吧。贼人莫要白费力气了。仙童做得好，我定要在与玉帝面前为你请赏。系统出来，设定有问题啊，不是55开吗？现在什么情况？9527号，现在确实是55开呀，这葫芦又化不了你，你担心什么？可是我出不去啊，我拳脚并用都没办法打破这葫芦。你以为给你刀真是用来切菜的吗？只要针对你的法宝，你就直接拿刀砍，不要废话。一旦你拿刀，设定就会附加力量在刀上，就像你破开4天天王的伞一样。你滴明白？我滴大大的明白，都给我闪开，我要出来了。小贼，别放大话了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呢？好好的放我们过去不就完了？道友，可惜了你这一身修为啊！师弟，不好了，葫芦破了。我的葫芦啊，完了，完蛋了！这下师傅非扒了我的皮不可。年轻人，我劝你好自为之，不要动不动就来偷袭我老人家。传令收兵吧。父王怎可轻易放过这贼人？您看下界的妖怪们都已经蠢蠢欲动了，说不好都想着要给他下拜帖了。连老君的金刚镯和宝葫芦都奈何不了他，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我们还是先回天庭商量对策。不能，战况如何了？师傅，李天王他们又收兵了。我看这一难，估计咱们是真不过去了。按照我老朱的想法，咱们还是把行李分得了。不能，休要胡言！我曾立下誓言，不取真经，绝不回城。师傅，咱们还是等大师兄回来再说吧。也不知道接下来天庭有什么对策。众仙家经此一战，有何想法？大家集思广益，休要沉默。陛下，朕有话要说。我与那贼人交手之际，用天眼查看过，他乃是人修，用的手段虽然怪，可也算是道门之中，且他一身通天彻地的修为，却只是与我们打个平手，却并未用刀把我们斩杀。依你看来是为何？那恐怕就要问孙大圣了。那9527对唐僧肉完全不感兴趣，却坚持堵在西行路上。大圣，你是第一个跟他交手的人，想必你更加清楚吧？他倒确实说过，拦在那里不为别的，就是不让我们师徒4人过去，因为他不想让佛教大兴。9527肯定是我道门中人啊，怪不得从来不对我们下死手。是啊，如此通天彻地的修为，也只有我道门才能出如此英俊了。照我说啊，我也不赞同佛教东渡大兴，要不是天道有所规划，我都想下去拦着。太让仙感动了，我财神居然还要跟他单交，我他妈真该死啊！诸位仙家，安静！你们可有对此人的印象记忆？我猜9527道友不是道教就是阐教的，但好像没有哪号人物能够匹配得上啊！不会是上古截教那一派遗留下来的吧？可截教的道友们基本上都在封神大战中死光了，难不成他是封神亮劫之前的人物？这倒是说得通，毕竟当初围剿截教的通天教主时，佛教的2位圣人可没少处理。至于不诛杀我天庭众仙，那是因为天庭中有不少截教弟子，估计是怕打斗之中误伤同门。可那贼人说了，他没有山门，也没有背景。难道说的有错吗？我就是截教，我们弟子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哪里还有山门，哪里还有背景？过往皆为天道所演化，就是朕也无法违抗。现在大家都是同僚，翻起旧事，那就有伤和气了。悟空啊，这次朕怕是爱莫能助了。老官，
你若是撒手不管，那老孙就赖在你的凌霄宝殿里不走了。我的孙大圣啊，我已经出动天庭所有神仙，你还要我怎样？到现在我的水源法宝白玉鱼都还没拿回来，我再帮你，我玉帝还干不干了？是俺老孙冒失了，谢过众位仙家，告辞。菩萨，弟子求见。你这泼猴，大老远就听你喧哗，你不去保唐僧西天取经，来此何事？回菩萨，我们在西行路上碰见一个贼人，名叫9527，使得一手好菜刀，实力深不可测。天庭诸仙出手帮忙，都未能降服他，弟子这才来求菩萨出手啊。既如此，我便陪你走一趟。9527，出来！你就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？你可知阻拦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，乃是大罪，还不速速退去？观音大士，我以前还是十分尊敬您的，甚至还给您上过香呢。既有向佛之心，那就不要一错再错。施主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，放下菜刀，皈依我佛吧。我说慈航，你身为元始天尊门下唯一的女弟子，是万千宠爱于一身，放着好好的玉虚门12金仙不做，被准提忽悠了几句，就跑去佛门做菩萨。不过道门好歹也算你娘家，这西天取经摆明是佛门要大兴，你这跑前跑后的，未免也太积极了吧？小贼，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比说书先生还能够编？慈航，看来你的这些弟子们都不知道你的底细啊。道友，修行不易，你既然是截教遗留之人，就应该知道西行之路是佛门和道门商量好的，也是经过高层讨论过的。佛门大兴乃是天道，你应该清楚逆天而行是什么后果，切不要让悲剧再次重演。那你把我当成截教的了？我要是说我穿越过来只是为了签到混日子，估计你们也不信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将错就错，陪你们玩玩，不要让悲剧重演。慈航，你说得轻巧。怎么？当年诛杀我截教还不够狠，现在还想再来一次吗？小爷就站在这里，来啊！这嚣张的表情加上恨意的眼神，完美表演出了一个被灭教弟子内心的痛苦和不甘。如果洪荒世界有奥斯卡，那我绝对能混个影帝当当。道友，修行不易，莫要自误。多谢你好言相劝，但我想让你帮我带句话告诉道门和佛门的人，这天下还轮不到他们说了算。我不是我师父通天教主，我不会重复他的悲剧。你果真是通天教主的弟子吗？什么狗屁天道天命！我告诉你们，我若天有，天不可无；我若天无，天不可有。执迷不悟，且看本座如何降服你。慈航，你过来啊！今天我就要替20伯元始天尊教训一下你这逆徒。冥顽不灵，去！别费劲了，天庭都吸我好几回了，老君的葫芦破了洞，我估计到现在都还没补上呢。哟呵，还真有两下子嘛，也该我出招了。慈航，你怎么到了佛门就喜欢搞这种远距离法师作战？是觉得用法器这样很高高在上，贴脸打才是真正的修仙热血战斗啊？慈航，看菜刀！大慈大悲掌！500年前，俺老孙怎么逃都逃不出那遮天大手。9527，你与我终究是一样的下场。来得正好，认真拳。道友果真手段不凡。怎么说？慈航，你又准备给我来什么花样？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。居然是菩萨的金身果位。我说慈航，你打架就打架，不要开远光灯好不好？崔子试水，竟然逼得观音动用金身果位作战。我佛，您怎么了？佛祖，您已经上万年没有皱眉了，难不成3界之内有大事发生？我说慈航，你不是观音菩萨吗？干嘛搞成人家千手观音的样子？这明显抢人家形象啊！你版权费交了没有啊？佛法真数千手。你可知你这一掌下来，方圆百里直接被轰平，所有生命都会直接消失。佛门大业，天命所归，一切都是结束罢了。真恶心，又是这句话。那连唐僧他们师徒几人都不要了吗？你看看孙悟空已经被你的万千佛手逼得头痛欲裂。慈航，你真双标啊！我还以为你连唐僧等人都要牺牲呢。真是说一套做一套啊！行，这很佛门。其他的生灵们没有莲花台庇佑，但他们有我9527连续认真拳。慈航，即便你耗尽满身修为，也灭不掉我，收手吧。道友，虽然今日我没有将你就地正法，但你这样的行为乃是忤逆天道，我劝你好自为之。什么狗屁天道？老子打的就是天道！阿弥陀佛。天道？天道又能奈我何？刚才下界的动静已经查明了吗？回禀陛下，是观音菩萨和9527那贼人，他已当场承认自己是截教之人。竟又是他！既然9527的出处已经确定，那诸位仙家以为如何拿回我天庭至宝白玉梦呢？陛下，老臣有一计，既然9527是截教中人，我们为何不找截教中的老人过去游说，让即将白玉梦奉还？
他若是要些好处，给他便是，像当初大圣那样，封他一个省尉，也未尝不可。太白金星，你此计甚妙，甚妙啊！那依你的意见，派哪位截教当中的老人前去更妥当？回禀玉帝，可请骊山老母前去。可骊山老母以前就是截教的无当圣母，通天教主的4大弟子之一，诛仙剑阵中唯一一个逃走的亲传弟子。陛下所言甚是，目前的截教，除了已经归顺佛教的多宝道人，没有人比骊山老母的辈分更大了。如果9527是截教出身，那还要称呼他一声3师姐呢。太白金星，朕就命你前去请骊山老母，下界走一遭，取回白玉梦。老臣遵旨。骊山老母，太白金星，请见9527道友。我没听错吧？骊山老母来了。道友，今日我是奉玉帝旨意，和骊山老母前来拜会。师弟，不请我坐坐吗？随便坐。吃过早饭了吗？没吃的话就一起吃吧。还是上仙牛啊，有实力就是不一样。骊山老母贵为天尊，他亲自前来拜会，结果上仙到现在屁股都没有动过。道友的实力有目共睹，陛下特地让我前来，希望道友宽恕之前不愉快的行为。李天王和2郎真君的前来，完全是因为孙大圣的一面之词蒙蔽了陛下。还真是死道友不死贫道，一句话你就把天庭给骗干净了。道友吾辈修仙之人，应该讲究未来和当下。陛下说了，如果道友不嫌弃的话，可以邀请道友上天为官。不会跟孙猴子一样上天做什么弼马温吧？还是毫无实权，实际就是个蟠桃园的园长的齐天大圣。道友，陛下都跟我说了，只要你愿意上天为官，什么官位都任你自己选，只要是天庭能办到，绝不含糊。玉皇大帝的位子也能给我坐？怎么跟当年的猴子一个想法？我招谁惹谁了？怎么这些倒霉事回回都是我来应付？师弟，你过分了！你谁啊？上来就师弟的叫着，你怎么不叫我师哥呢？你身为截教弟子，难道不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我管你什么身份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就是通天教主，我都照骂。你身为截教弟子，既然对师傅出言不逊，就不怕遭受天谴吗？天庭都被我打退几次了，我还怕天谴吗？庶子不足与谋。天尊息怒，且让我再劝劝，我已经有办法了，招安他了。果真？天尊，刚才应该是9527道友一时心急头快，这么多年好不容易熬成如此成就，对原本门派有所怨言，也是心知常情啊。我不是心急口快，我就是直抒胸臆。天庭虽然今日战力尽出，但镇守北天门的真武大帝、东天门的太乙救苦天尊都未动手，他们若是连同玉皇大帝一起出手，你绝招架不住。何况天庭之上的33洞天，还有圣人老君，你应该明白，圣人一旦出手，你就在无周旋于地了。是啊。而且道友，你阻拦的是西行队伍，天庭对付你，好歹还能念及道门情谊。西方佛门一旦对你动手，那可不讲究什么情面。你这一身本领来之不易，没必要为了过去的事情怄气，浪费了自己大好的修行成果。要知道，圣人无敌啊！圣人很牛吗？那是自然，吾辈修行之人，一日不达圣人之境，一日终究只是天道之下的蝼蚁。但在我看来，就算是圣人，在我面前也不过是蝼蚁。真要打起来，跟个凡人没有两样。你怎敢这么说？当年强如师尊通天，拥有诛仙剑阵，还不是照样被4圣围殴失败，险些丢了性命？你太狂妄了，甚至比师尊还要狂妄罢了。你的结局注定会灭亡。太白金星，走吧，回去向玉帝复命，就说老生无能为力。上仙，天庭给的条件这么丰厚，您为什么不答应呢？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。我真正的目的，在你们看来很扯淡。之所以愿意跟他们聊聊，完全是因为无聊。再者，我确实不喜欢佛教。小神觉得太白金星的话倒也有几分道理。恐怕西方佛教现在已经在商讨对付您的策略了。无妨，山人自有妙计。我现在还盼着他们早点来呢。我佛、唐僧师徒4人取经遇到了大麻烦，悟空来南海求我亲自出手，可我使出浑身解数，都拿不下那贼人。弟子无能，还请我佛降罪。莫要自责，我已感应到你连金身法相都使出来了，那人确实有些本事。果然，一切都难逃我佛法眼。那妖人自称是封神亮节遗留下来的截教之人，对我佛教十分痛恨，这才挡我佛门大兴。我佛弟子担心这西天取经是否会发生变数。我曾亲自推演，西天亮节未发生变数，天道依旧演化如此，跟之前2位圣佛推演的一样，我佛门大兴，势不可挡。可是我佛那妖人的实力实在强大，弟子觉得观音，你这香了，你口口声声说那妖人实力强大，难不成我西方诸佛实力就不强大？文殊尊者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连我都不是那人的对手，这样的实力还不足以让人警惕吗？观音尊者无需恼怒，你之所以落败，不过是那贼人取巧罢了。万事万物都有相克，你打不过他，只不过是没有相克他的法宝罢了。我佛弟子请命前去降服那妖人。文殊、普贤、观音3位尊者，你们领18罗汉一起前去降服此人。谨遵法旨。今天的早餐又这么丰盛啊！不错不错。阿弥陀佛，妖人9527还不速速就擒？我说你们有完没完啊？
非要每次赶着别人吃饭的时候过来，等我吃完饭再说，一天的好心情啊都给破坏了。观音尊者，那嚣张之人就是9527，除了他，也没有人敢如此狂妄了。阿弥陀佛，此子确实过于嚣张了。文殊菩萨，弟子看不下去了，请求跟他单挑。俺也一样。那你们就一起上前去降服他。看来今天的早饭我是吃不好了，也罢，就陪你们玩玩。众位师兄弟们，今天就让这妖人见识一下我们18罗汉的厉害。过瘾，真过瘾！居然连18罗汉都出来了，正好领教一下罗汉阵的威力。此人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。金吒，拿着遁龙桩去降服此妖人吧。遁龙桩确实是件厉害法宝，一旦祭出，可以遁龙擒仙，将敌人自动锁在桩柱上面，且敌人一身修为全部被封印，只能任由处置。弟子领命。遁龙桩，去吧。哎呦，我什么玩意啊！你这么喜欢冲是吧？我让你冲。这遁龙桩搞什么鬼？抓错人了。就你叫降龙是不是啊？你刚刚那个牛白劲呢？妖人休伤我师兄，你看看我一闪，倒霉的就不是我了。你这个虎玩意，你傻啊？看准了再打行不行？师兄，你没事吧？会不会很疼啊？我不是故意的。要不你试试，封住修为，我干你一拳，疼不疼？不了，师兄一向爱惜我，定然不会做出这等伤害师弟的事情。降龙罗汉，抱歉，阵法我已经解开了。我挨了打你才解开，你来的还真及时啊！终究要我亲自动手啊！金吒、罗汉，尔等速速退下！阿弥陀佛，施主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不要一错再错了。可是我拿的是菜刀啊！这个菜刀其实也是施主心中的屠刀。那我放下了这个菜刀，就可以成佛了？这是自然，只要施主放下手中屠刀，心向我佛，我佛自然会亲自度化你，成就金身果位。施主，你意下如何？这成佛未免太简单了吧？我佛也是讲究度化有缘人的，施主正是有缘人，一切都是机缘罢了。佛主不是一向讲究只度有钱人吗？罢了，让我放下屠刀成佛也可以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条件很简单，那就是我若成佛，就要做你们西方的最高佛主。什么如来、准提、接引，统统给我闪开！施主，你没开玩笑吧？是我发音不太标准，还是你耳朵有问题？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自来。阿弥陀佛，就让我来超度你吧。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徒弟喜欢搞偷袭作战，师傅也是如此。我呸！贼子，你骂谁呢？好徒儿，跟我一起出手，还有观音尊者、普贤尊者、18罗汉，大家一起上吧。这贼人狡猾的不行，光凭我和金吒恐怕不行。文殊尊者在佛祖面前可不是这般说辞，有道是万物相生相克。观音尊者，想必你也看见了，这贼人面对我的捆妖绳，确实有所忌惮。只要你们给我创造条件，我一定能够拿下他，铲除这阻拦佛门大兴的妖人。阿弥陀佛，诸位，我们一起联手，共同降妖吧。妖人，你笑什么？你们3个人站在一起还真是般配啊！要是元始天尊看见你们3个人，都要夸奖一声好徒儿。我还以为慈航回去能请到如来呢，没想到先找了你们2两个道门的叛徒过来。小贼，你信口雌黄！说到你们痛处就炸毛了。普贤尊者，我来助你。还有我，小贼，束手就擒吧。万刀齐鸣，虽然是5-5开，但文殊老小子不讲武德，还有捆妖绳和遁龙桩，我应付起来有点吃力啊。尊敬的穿越者9527号，系统检测到宿主5-5开能力正在受到外界干扰，是否需要提供帮助？废话，当然需要啊，都影响我系统体验了，小心我差评投诉你。您可以使用系统商城的法宝夺舍功能，售价100点成长值。又要钱，奸商啊！我都在这待了9天了，再多1天我就能攒够1000成长值，就能升到2级了。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你让我花钱？本系统一直致力于穿越者体验，请您放心购买。算了，我买。恭喜您支付成功。法宝夺舍可指定夺舍洪荒世界出现的法宝，最高上限为3件，最低为1件，为自己所用。有效期限为穿越者在本世界存在的时间。一旦穿越者离开此世界，法宝自动归位原主人。请您指定夺舍目标，将含有光团的手直接接触法宝即可。接下来就看我的了，文殊，来吧，用你的捆妖绳帮助我。苦海无涯回头是岸，伏法吧，小贼。检测到洪荒世界法宝捆妖绳，是否夺舍？夺舍！痴人说梦，就凭你也能？不对，捆妖绳怎么跟我失去联系了？师傅，我抓住他了。好徒儿。检测到洪荒世界法宝遁龙桩，是否夺舍？夺舍，都是我的了。正好，让我试试这宝器。不好，金吒快跑！师傅，救我！别急，你师傅也跑不了。这深长之术，你怎么会的？过来吧你！来吧！小贼，放了金吒和文殊，不然的话，我佛必杀你。施主莫要自误，你们这些佛真是可笑。从一开始，你们不就已经对我动杀心了吗？慈航，你这个瓶子，你在看什么？慈航，我看你这瓶子不错，不如留给我插花用。你这家伙真是好大的口气，居然想拿观音尊者的玉净瓶插花。普贤尊者，这个家伙太邪门了，居然连法宝都能夺舍。我们还是暂避锋芒为妙，
回灵山请佛主。也好，妖人，我警告你，好生对待文殊尊者和金吒，不然的话，我佛不会放过你的。小贼，你居然敢如此对待贫僧，我佛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知道你面前的菩萨是谁吗？是文殊菩萨，唯一一个让准提圣人亲手塑造法身的菩萨。准提是西方佛母，也就是佛教创始人，是当今圣人。那又如何啊？我奉劝你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。你这般对付文殊菩萨，不仅仅是打了佛主的脸，更是打了准提圣人的脸。那你算是说准了，我这个人最喜欢打人家的脸了。上仙，这两位是文殊菩萨和金吒，他们现在没有法力，跟凡人一样，不用怕。你和山神看好他们，我得去睡一觉。你这小妖，快给我们松绑，不然我佛过来降服了你们，定将你们打入阿鼻地狱。金吒，住口！你太过无礼，敢问二位是9527的什么人？回文殊菩萨，小神是此地的山神，我旁边这位是本地的土地。原来如此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二位定是被那贼人威逼利诱。我交给你一个口诀，你帮我把这捆妖绳给解开。你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定度化你们成为我西方的金身罗汉，成就长生果位。莫要多言，我不会帮你解开绳子的。小神仙，机会难得啊！要知道，我也是看你有佛缘，这才愿意度化你的。菩萨，你要是不被上仙抓来，你会说我有佛缘吗？你这山里鬼不识抬举，这可是天大的机缘，你都不懂得掌握。山里鬼，山里鬼，我让你叫我山里鬼。上仙说的没错，你们这些神佛满嘴的仁义道德，其实早就把人分了3、6、9道。只有上仙，他那么强大，却从来不轻视人。说的难听点，你们的行为还不如我在山里修行时认识的动物精怪们来的干净呢。你放屁！你看看，说到你痛点了，你都破戒说脏话了。罪过，罪过啊！我佛原谅弟子犯戒。对不起上仙，是不是我说话的声音太大了，吵到你休息了？无妨。刚刚你的那番话说得很好，道友，你一身通天彻地的修为，为何不长一方风雨，又不去天庭或者佛门谋取一个神佛长生之位，反而来此荒凉之地，阻拦唐僧4人西天取经呢？我说了呀，我就是不想让你佛门大兴。北玄道有如此高的修为，却不知天道不可逆。我最烦的就是你这帮神佛，说什么天道不可逆。我告诉你，别说圣人，就是红军老祖来了，他也拿我没办法。就算天道下场制裁我，我都能给他劈个叉。是我佛，我佛来救我了。是如来啊，你终于来了。9527，你的4期到了，我佛一出手，分分钟镇压你。识相的就快把贫僧放了，我还能帮你在佛主面前求情，留你个全尸。师傅，那岂不是便宜了他？应该将他打入阿鼻地狱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山神，徒弟，看好他们，我去就来。让我看看是在装逼。哦，原来是如来佛啊！大胆，竟敢对我佛出言不逊！见了我佛还不速速跪拜？听闻施主是截教中人，是又如何？想必施主已修行万年，又有如此高深的修为，应该知道我佛门东兴实乃天道所为。施主跟天道作对，岂不是自绝生路？那佛主，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我佛门一向以慈悲为怀，广结善缘。如果施主不嫌弃的话，可效仿贵教曾经的4大弟子之一多宝道人，他入了我佛门，已受封为东方宝镜世界教主多宝如来佛。如来啊，如来，你太单纯了。其实很多年前，我就跟多宝师兄说好了，他去佛教当卧底，我修行大成之后，就一起出来搞事情，阻止佛门大兴。多宝兄和我是多年好友，已入我佛门修行。施主不要乱打妄语，挑拨我佛门僧侣之间的关系。你不信，那我就没办法了。至于你提的让我入佛门，我明确告诉你，做梦。施主是不是觉得自己法力无边，可以世间无敌手？那还用说，没这实力，我敢这么嚣张吗？那好，我跟你打个赌如何？如果你能翻出我的手掌心，就算你赢；如果你输了，那就任凭我处置，不再阻拦唐僧西行。都几百年了，你还喜欢玩这一招？真是一招先吃遍天啊！哎呦我去！但是如来，你没讲清楚规则，若是我赢了怎么办呢？如果你赢了，唐僧西行之事我便不再插手。当真吗？我说如来，我可不是那只猴子，那么豪耍。施主难道怕了？拙劣的激将法，那我今天就当一回孙猴子。如来，我先走一步。听闻如来佛祖与那9527打赌，来人取朕的观天镜来，众仙家一同观战。陛下，您看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啊！9527也飞到了天边，遇到了佛祖的手化作的天柱，还真像这么回事，跟天柱一样。来都来了，标记一下地点吧。怎么撒完尿忽然肚子疼了？不会是昨天吃坏肚子了吧？算了，就地解决吧。完了，忘记带纸了，不擦也不行啊！要不今后3届之内还不都得笑话我拉翔不擦屁股？幸好我随便带了白玉鱼，变大，再大。再大！9527拿出我的白玉鱼做什么？他好像是想用白玉鱼清理污秽之物。星君，你怎么了？星君，星君，你不能肆呀！我跟你在乌浩宫相依为命，同甘共苦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把你当成亲大哥一样侍奉对待，想不到今天黑发人送黑发人。快加水得星君的人中，他80%是被气晕过去了。幸亏带了白玉鱼，便后洗手可是好习惯哦。怎会如此？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故意的。
我去，你一声不吭搞偷袭啊？这是你们佛教传统吗？刀来！确实如观音尊者所说，你太过要挟，且对我佛教有如此大成见，既不能度化，那就不能再留了。如来老儿有什么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吧。施主，你可听说过一套从天而降的掌法？如来神掌。上仙救命！师傅，弟子快撑不住了。为师还能勉强撑一会儿，但我的修为被封印，我佛的手越来越近，我也会越来越虚弱。不对，9527怎么毫无压力，跟没事人一样？什么压力？你说着这如来神掌啊？小意思，等我上去砍了他。土地山神，且忍一忍，看我雷霆半月斩。一刀不行就2刀，2刀不行就3刀，我就不信砍不透。妖孽，受降吧！给我破！佛主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只是愿力受损，我遭到了反噬。佛主，虽然您还有其他杀招，但此时身体抱恙，还是静养为宜，不如就此罢手，先回灵山再说吧。两位尊者所言有理，回灵山再从长计议吧。这就要走了吗？再打会啊，如来老儿，请上仙降罪。我等看护不周，俘虏文书和金吒跑掉了，连您的捆腰绳和遁龙桩也给弄走了。没关系，如来调虎离山，故意引走我，让人救走他俩。我知你们拦不住，无需自责。9527的本事居然强到如此地步，竟可以重伤如来佛主。太白金星，看来你得再下凡一趟了。刚才的战斗，我们仙界诸神都目睹了，道友果真是旷古奇才啊！居然连西方如来都重创而归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这等战绩，在道友口中居然是小意思，真乃仙人之资啊！哦不，真乃圣人之资。我说太白道友啊，你这大上午的从天上下来找我，该不会是特地过来恭喜我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道友。道友，这是蟠桃园里面最上等、紫纹香合、9000年一熟的大株蟠桃。这就是传说中的蟠桃，好像味道也就那样啊。收你们2个小弟到现在还没给你们任何好处呢，正好你们实力低，吃个蟠桃提升一下。上仙，这我们不能吃啊，又不是什么好玩意，别不舍得吃。道友，且不说这蟠桃十分珍贵，他们修为低微，哪怕是吃上一口，也根本承受不住，可能会原地爆炸。就算是消化了，也会有升天仙劫立刻下来，就他们的修为，可能被当场轰死。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这些仙丹补药有他俩能吃的吗？他们的修为恐都承受不住。你这东西也不咋地啊，怎么动不动就是承受不住啊？上仙心里记挂着我和山神，我们已经感激不尽，只能等我以后度化你们了。看来道友对这些东西不太满意，那您还有其他想要的吗？太白道友，你可知道无敌是多么寂寞，无敌是多么空虚，独自在高峰上冷风不断的吹过，我的寂寞谁能明白我？我懂了，道友，你要道侣不要，只要你开金口，我就给你送来。太白，你倒是请上道。我听说玉帝老儿有7位女儿，个个貌美如花，正好配我，大大爹合适。对了，那个嫦娥能不能也给我弄来？听说她跳舞不错。你说什么？道友有所不知，嫦娥和玉帝的关系，您懂吧？哦，我懂了。既然你办不到，那就拿着东西走人吧。怎么样？9527他怎么说？陛下，我送的东西，他就吃了个蟠桃，喝了杯酒，剩下的他都给我退回了。是这些东西不入他法眼吗？陛下，他提了几个条件，但是这条件有些过分。只要不是要我的位子，剩下的都好说。陛下，9527要你的7个女儿，还有嫦娥仙子，下界去给他当侍女。他妈的，刁民欺人太甚！陛下无需动怒，那9527重创如来，西方佛界怎么可能放过他？这话不无道理。想要阻挡西天取经，准提接引2位圣人，就第一个不同意。陛下英明，咱们只需再等等，就能坐收渔翁之利。阿弥陀佛，多谢准提佛母，多谢弥勒佛、燃灯佛。多少年了，都未见过佛主受伤，弟子惭愧。那9527竟然能伤如来佛主的佛心，难道是准圣实力？9527绝无可能是圣人，天道已定。如果有人成圣，我必然有所感知。弟子还有一事相求，文书和金吒被自己的法宝遁龙桩和捆腰绳给缚住了，怎么都解不开。9527的手段确实惊人，能夺人法宝不说，这么远还能控制自如。且让我看看，奇怪，还是佛母功法深厚，弟子拜服。哪里走？阿弥陀佛，怎会如此？佛母，接下来我们该如何？既然佛主一人不能度化于他，那就3佛一起前去会会他。我得要去接引那一趟。谨遵佛母法旨，恭送佛母。我佛，对于9527的根脚来源，弟子想要去一趟离恨天，问问太上老君。阿弥陀佛，也罢，观音尊者，你前去问问也好。弟子告辞。参见观音菩萨，我们奉师尊之命，在此等候您多时。有劳童子。
您这边请。佛门观音，拜见老君。很好，不必多礼，坐吧。我叫你慈航，你不生气吧？师叔，弟子不敢。人呐，就是成了圣，偶尔也是会念旧的，你不介意就好。念旧？师叔说起这话，难道是意有所指？难道9527真是截教中人？我知你前来所为何事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他不是截教中人，甚至跟整个道教都没有任何关系。那为什么他会自称是截教中人，还那么愤怒地批判佛门？很遗憾，我也算不出来，甚至连他的根脚我都无法算出。冥冥之中，只能推断他是天道演化的一难。在998一难当中，天道未曾变化，说明佛门东渡还是定数。只不过这一难有些不好过，可能需要动用比较高的力量才能解决。准提佛母已经让如来佛主、燃灯古佛、弥勒佛三佛一起过去了。想来现在他们3位已经到了，理应如此。师叔，依你之见，这次三佛出动，是否可以拿下这张北玄？静观其变。上仙那边，让我瞧瞧，这次是谁来了？原来是如来佛啊！怎么一个人干不过我，回去摇人了？这肥头大耳的估计就是弥勒佛吧？另外一个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就是燃灯古佛。没想到你还认识我们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我知你修为高深，但是古话有云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若再执迷不悟，今日我西方三佛便要度化于你。哪里来的那么多废话？要打就打，正好我吃的有点多，运动消化一下。雄霸天下，不好！诸佛一起出手！如来老儿，看刀！干什么？想学李靖把我围起来，搞个什么阵法？是三佛法域。师傅，什么是三佛法域啊？所谓三佛法域，是必须要3尊佛才能使用出来的佛门高深法域。佛的法力越高，法阵就越强。像3位佛祖一起施展的这个，可谓是佛门目前最强的法域阵法了。这9527，看来是要被度化其中了。太解气！没想到这小子也有今天。看来胜负已定。没想到佛界这次这么大阵仗，居然出动三佛法域来对付9527。各位，与其干看，不如来搏个彩头。我们就赌9527能不能破开这把阵，怎么样？来人，谁得星君过来下注。你这人赌品不好，上次你输给我的东西还没给我呢。就是，我记得我还跟压了一把，你最后直接不认账了。各位仙家莫要争执，朕也来压一把，朕就压9527破得了此局。太白金星，你过去压9527破不了。陛下，老臣想跟你一起压。你说什么？臣遵旨。快要揭晓谜底了，众仙家接着看。我说了，你们不要搞这种东西，困不住我的。你信不信？我随便一刀就能破开你们的这个法阵。别念了，烦不烦啊？你们3个人这是在操弄我啊！还给我盖个金字塔，干什么？拿我当法老啊？还有这塔上面满身跑马的符文，怎么回事？火影忍者看多了是吧？齐衡3，我去，你们这是在给这里面加大气压？我咋感觉脑袋有点被门挤了，眼睛还有点胀？我三佛动用一世修为，用法域困住他，外加6字大明咒加持，这个法域之内，就是准圣来了，都得当场神魂俱灭。可这家伙只是觉得有点难受而已，这怎么可能？不跟你们玩了，压得老子难受！雷霆半月斩！不好，我佛受伤了。我去，如来，你也太脆弱了吧！我就砍了一刀，你就这个样子？你不会是想讹人吧？佛，您没事吧？不大碍，我这方的阵法被砍破，三角法域不再平衡，势必会遭到你们的反噬。幸好你2人收手及时。那咱们还要打吗？打不了，他能破狱而出，就说明他的功力在我3人之上，此人无等不敌。施主，我知你实力强大，但是我佛门东兴乃是天命所归，你逆天而行，必将万劫不复。我奉劝你，好自为之。这下彻底玩完了，依我看啊，我们可以分行李了。那个，你胡说什么？眼下还有别的办法吗？这佛家3大扛把子都过来了，都收拾不了那个贼人。我估计这回是彻底哑火了。我回我的高老庄，猴哥回你的花果山，小白龙回他的西海，至于沙师弟就回流沙河。不能，师傅你也不用丧气，经书取不到也没关系，你回去的路上随便买个几本，反正别人也没见过西经。唐王要是不信，你可以呼叫徒弟们过去给你撑场子。别的不说，打个雷下个雨什么的，我还不是小菜一碟。二师兄，你少说2句吧。俺老朱给你们想退路呢，你们还不领情？阿弥陀佛，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您给弟子指条明路吧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世事难预料啊，毕竟天道无常。师叔，恕弟子无礼，
这9527跟您真的没有关系吗？如果真的跟我有关系，你佛教西方二圣早就过来找我了。师叔，我佛受伤，我须得去看看，先告辞了。见过准提佛母，见过接引圣人，弟子无能，没有维护好佛门威严，请二圣降罪。侄儿，不怪你。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尊敬的穿越者9527号，恭喜您系统成功升级2级，获得新技能创造物体，可以凭空造出任何想象的物体，但只能是死物。我可以升级了。恭喜穿越者9527号，系统已成功升级，系统奖励哪都通手机1部。好，这10几天我不是在打架就是在睡觉。虽然说见了很多神话人物，但是一点生活的乐趣都没有。好在系统升级了，我终于能重新体验现代生活了。上仙可有什么吩咐？把这座宅子给我弄走，然后你俩闪到一边，我要装一波大的。是。起。不错，这才是人住的地方嘛。这是神迹啊！只是这宅子的样式并不常见。你懂什么？上仙的宅子自然是要与众不同。从今天起，徒弟，你就是我的管家。至于珊珊你嘛，就是我的保安大队长，明白了没有？晓得明白。宰相门前3品官，上仙这等实力的人物，我作为您的管家，身份在3界之中也是水涨船高了。怎么了，珊珊？你不愿意啊？上仙，您叫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我只是不明白，这保安大队长作何解释啊？你可以理解为看门的，也可以理解为是我的狗腿子。我一定当好上仙的狗腿子。没想到我阿虎当了一辈子的老虎，现在终于能当狗了。我终于理解为什么哮天犬总是用鼻孔看人了。走吧，带你们进里面参观。为了庆祝咱们乔迁新居，所以我请你俩喝杯宅快乐水。好喝，3块钱的可乐，这第一口就值得2块5，你们也快尝尝。请问这是9527施主的家吗？贫僧唐三藏求见9527施主。你谁呀？没看见这私人洞府吗？走开，这不让进。珊珊，带他进来吧。罢了，上仙说让你进去，跟我来吧。唐长老，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了？对了，怎么没看见猴子、猪、沙和尚和白龙马呢？是我一个人前来的，我的徒弟们都还在原地等候。我说唐长老，你就不怕我吃了你吗？传说吃了你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啊！如果施主真的想吃我的肉，早就可以行动了，何必大费周章挡在这里，阻碍贫僧西行呢？聪明人，坐吧。多谢施主。唐长老，喝水。施主是唐人，何以见得？我看施主用的茶杯是唐三彩样式，以为施主来自大唐，可能是我多想了。毕竟大唐的商品远销外地也是正常。你没说错，严格来说，我确实是来自大唐。说实话，我自己能到这里，我都感觉很扯淡。但你说我是大唐人，我还是认的，毕竟唐太宗李世民可是一代明君啊，万国来朝不是说说而已。阿弥陀佛，唐王陛下确实是一代明君。我这次西行就是为了唐王陛下前往西天取得真经的。施主，既然大家都是老乡，可否行个方便，让贫僧过去？不行。施主，您为何要阻拦贫僧为唐王陛下求取真经啊？那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要去西天取经？因为唐朝只有小乘佛法，没有大乘佛法。我受菩萨指点，前往西天求取真经，以解大唐黎民百姓之苦，为唐王陛下分忧。可那大乘佛法根本没有什么用，你取回来只会祸害大唐黎民百姓。你胡说！施主，你可以打我、骂我，甚至吃了我，但是不要诋毁大乘佛法。我来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就明白为什么我说那玩意是祸害了。第一个问题，我请问你唐长老，你从大唐出发之后一路西行，遇到的妖怪数量是越来越多，还是越来越少？自出关以来，遇到的妖怪越来越多，但这都是劫难，不经过这些劫难是取不到真经的。你真是被破的不浅。第二个问题，路上遇到的那些国家，看到你呈出的通关文牒之后，对你的态度如何？当我说我是自东土大唐而来，呈现通关文牒之后，遇到的人都对我客客气气，很有礼数。第三个问题，唐长老一路西行以来，既然通关文牒盖了不少，应该也见识了不少国家吧？这些国家的百姓对比我大唐的百姓如何？都不如大唐百姓的生活安定。最后一个问题，抓你的妖怪中，那些土生土长的，几乎都被你大徒弟孙悟空一棒子干死了。可从天上或西方灵山来的妖怪，最后都怎么样？都被接走了。可这些问题的答案与大乘佛法是祸害有何关联？还望施主明示。唐长老难道自己不想想吗？为什么离西天灵山越近，妖怪就越多呢？这是典型的灯下黑啊！这都是对我们师徒4人的历练。国家不是以慈悲为怀吗？为了让你们历练，一路上撕了那么多凡人，这种行为真的慈悲吗？滥杀无辜，藐视性命，难道这就是你们尊崇的佛法？不瞒你说，灵山脚下有座狮驼岭，那是个连你大徒弟孙悟空看了都害怕的地方。悟空神通广大，什么场面没有见过，怎么会害怕？狮驼岭石堆800里，即便是猴子看了也胆寒啊！唐僧，你仔细想想，越往你心中的圣地走，妖怪越多，百姓活得越苦，为什么？难道这就是大乘佛法？难道你要把这些祸害带回大唐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唐王真诚待你，你却这么恩将仇报，你是何居心？贫僧自以为是为了陛下，
为了大唐，我从未想过要害人。唐长老，你这香了。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贫僧告辞了。上仙真乃仙人也，刚刚的那一番话，将我们兄弟俩都给震撼住了。这么说来，这大乘佛法还真不是好东西。那唐王为什么要让唐僧去？不过是有人做的一个局罢了，不然人皇李世民怎可能那么容易被妖魂近身？且等着吧，我看那唐僧不像是完全无动于衷。师傅，您没事吧？那贼人有没有把你怎么样？这还用问吗？师傅就好好的在这儿呢。师傅，您去和贼人交谈了一番，他怎么说？9527施主说，灵山脚下有一个狮驼岭，那是一个地狱之地，尸堆800里。悟空，你去帮为师看看，是否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？灵山脚下怎么会有如此炼狱？二师兄说的对啊，若真有此恶魔，佛祖怎会不管？为师也不信，可9527施主言之凿凿。悟空，辛苦你跑一趟了。放心吧，师傅，俺老孙这就去帮你打探一番。此地的山神土地速速出来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啊！俺老孙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我是什么山大王？听明白没有？速速起来回话！原来是大圣爷啊，有失远迎，还望见谅。刚刚你们一见我就磕头跪拜，喊大王饶命，是为什么？大圣爷，您有所不知，此处名为800里狮驼岭，又叫狮驼山，全被3位大王掌管着。小神们未见过大圣，一看大圣如此法力无边，以为您是狮驼岭出来的，这才慌了神。看来我没找错地方，快跟俺老孙说说，这是驼岭的3个妖怪都是谁，又是什么来路？大圣，这3个妖怪分别是老大师魔王、老二象魔王、老三大鹏魔王，个个手眼通天，神通广大，手下共有4万7、8千个小妖，盘踞在这800里的狮驼国内。你们刚刚那害怕的样子，想必这3个妖怪经常欺负你们了。这3个妖怪每日需食800人口，有时候手下的妖怪为了完成任务，就拉我们出去，用仙家手段寻找凡人过来给他们抓，如果不办，就殴打我们。岂有此理！岂有此理呀！居然还有如此恶毒的妖怪！这妖怪如此可怖的吃人量，已经保持多久了？不知多久了，小神只记得这800里的人都快被吃没了，这狮驼国都快变成一个妖城了。你们为什么不向上反映呢？难道就没有人过来收拾他们吗？大圣爷，这狮驼国离灵山也没多远，这吃人的现象存在了这么久，上面未必不知道。您说我们反应有用吗？大圣此番前来，可是保那唐僧西天取经，您可万万要小心呀！都说吃了那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，这3位大王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谢提醒，2位请回吧。尸堆800里，俺老孙定要去看看，尸山血海，人间地狱。没想到灵山脚下竟有如此惨绝人寰的地方。大王叫我来巡山，抓个和尚做晚餐。你是谁？从哪里来的？我怎么看着你面生？你的牌子呢？看，这是我的令牌，我是新来的总钻风，专门管理你们这些小家伙的。长官好，都怪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。谨慎点也没错，那我也得考考你们。一旦你们回答不上我的问题，我就要带你到大王面前，让大王治你的罪。长官您请问。我问你，我们大王有什么本事？我们大王英俊潇洒，神通广大，手眼通天，一口气可以吞下10万天兵。停，你是假的，让我去见大王。不是啊，长官，我怎么可能是假的？你胡说八道！大王的嘴才多大，一口气能吃掉10万天兵吗？当年王母娘娘设蟠桃宴邀请诸仙，我家大王没有请帖，照样前去，结果被玉帝派出10万天兵捉拿。大王一生气，张开大嘴，差点就把10万天兵给吃掉了，吓得那李靖关闭南天门，10万天兵躲在门内，根本不敢出来，故有我家大王能一口吃掉10万天兵的说法。你确实是真的，刚刚不过是我在考验你。那我再出一个问题，二大王有什么本事？我知道，二大王身高3丈，扁担牙，鼻子像蛟龙一般，若是与人交战，一鼻子下去，就是铁打的身子也会魂飞魄散。那3大王有什么本事？3大王可不是凡间之物，他名号云城万里鹏，可扶摇而上9万里。而且3大王还有一个宝贝，唤作阴阳2气瓶，要是把人装在瓶中，1时3刻就会化作江水。阴阳2气瓶，这名字一听就是天杀的东西，看来这3大王的背景还不小呢。我再问你们，这3大王平时都一起行动吗？我家大王和2大王就住在狮驼岭狮驼洞中，3大王不在这里住，他住在离此400里的狮驼国。500年3大王前吃了那座城里面的国王和文武百官，满城男女也被他吃了个干净。现在那座城里面都是咱们自己的兄弟。500年，竟有足足500年了吗？真是丧尽天良。
我的妈呀，哪里来的毛脸雷公嘴的妖怪啊？俺乃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齐天大圣孙悟空，你们这些该死的妖怪，汉打！悟空，你回来了，打探的如何？师傅，忽儿亲眼所见，那灵山近前确实有一个地方叫做狮驼岭，是对800里，一眼望不到头。猴哥，真有这样的地方啊？我亲眼所见，还能有假？那是驼岭有3个妖怪，老大是头狮子，老二是头大象，老三是只大鹏鸟。这老三又起了毒，将一整个狮驼国的人都给吃了。难道就无人来收拾这群妖怪吗？据说这3大王不是凡间之妖，是天上之物，有大背景。9527施主果真没说错，竟真有狮驼岭这个地方。为师疼，怎会这么疼？明明没人念紧箍咒啊！不行，我也得去找9527谈去。开门，9527，再不出来，俺老孙砸门了！哪个不长眼的敢砸门？大圣，原来是您啊！小神失礼了，您稍后，我去通报一声。猴哥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你怎么知道有狮驼岭这个地方？还知道那里的景象？让我猜一下，是不是你师傅回去之后特别迷茫，内心极度的不确信，随后就叫你去帮他打探一下？结果你去之后，发现真的如我所说，而且景象比狮堆800里还要可怕，对吗？你确实没猜错。以我对猴哥你的了解，你肯定会叫出当地的土地和山神问一问，搞不好问完了之后，还可能会化作一个小妖，混入其中打探情况。你有没有变成总钻风啊？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会推算？猴哥，你认识吴承恩吗？我认识，这是哪路神仙？这可是天书，怎么会记载我们师徒4人发生过的事情？你干什么？让我看后面发生了什么。猴哥，你应该经常听观音啊或者其他神仙跟你说天道一词吧？这说按照他们的说法，就是天道。就是不可更改的定数。你怎么知道这些事？我机缘巧合来到这里，既然来都来了，我总得找点事做吧。我到这里就是为了3件事情，那就是公平，公平，还是他妈的公平。何谓公平？我现在已经不懂了。猴哥，你仔细想想，当年你大闹天宫确实厉害，但是天上的神仙们也不是吃素的吧？俺老孙一直以为天庭实力不过如此，但自从跟着师傅西行，这一路上遇到的妖怪拿着自家主人的法宝，都把我打得够呛。我这才明白，当年天庭很多神仙根本就没有出全力。其实你的命数就像那本《西游记》，都是已经写好的。打你从石头里蹦出来，再到灵台方寸山学艺，再到大闹天宫、弼马温、蟠桃园，是个人都能看出来，这明摆着是给你下套呢。哪有正经人家让个猴去管桃园的，不偷吃才怪呢。也对，俺老孙自从生下来就爱吃桃。还有兜帅公、太上老君何等人物，他的大门就那么好闯吗？无数丹药就跟巧克力豆一样，让你狂炫，这可能吗？猴哥，你认为我遇到的一切都是被人设计的？肯定的啊！让你吃蟠桃，给你吃仙丹，就是为了培养你的战斗力，甚至将你投进八卦炉，练出火眼金睛也是设计好的。不然老君的八卦炉什么东西练不化？你真以为是你身体强度好啊？跟封神亮节一样，这一切都是圣人们商量好的，包括你们西行的4人都是内定好的。你师父唐僧曾是金蝉子，如来座下2弟子被贬下凡。猪八戒曾是天蓬元帅，因为调戏了一下嫦娥就被贬下凡。是啊，沙师弟曾是卷帘大将，就因为打碎了琉璃盏也被贬下凡。小白龙更倒霉，随便搞个理由就让他受罪。仔细想想，我们的班子更像凑出来的。猴哥，这一路上你累得跟狗一样，什么战斗都是你先上。遇到有背景的妖怪，想一棒子敲死也不成，最后他们都被后台带走了。没错，别的不说，就狮驼岭那3个家伙，不知道有什么强硬后台，那些遭难的百姓只能自认倒霉。猴哥，你当初答应观音保护唐僧西天取经，是为了洗去罪恶，修成正果。可我想说，猴哥，你成了正果，跟着帮人站在一起，真的是你想要的正果吗？我的头紧箍怎么又开始收紧了？我明白了，原来孙悟空心中嫉恶如仇的正义，就是被这个紧箍给锁住了。是啊，让一个猴听话最好的方法，不就是把它锁住吗？天色不早了，我得回去了。猴哥，你回去之后好好想一想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如果你觉得为了这样的正果值得付出，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；如果你觉得不值得，而你的金箍棒又砸不烂这堵墙，那欢迎你回来找我。你这造了瘟的猴子，一回来就折腾我，在贼人那受了气，没地撒，回来窝里横啊！是啊，窝里横。猴哥，你咋了？怎么有点不对劲？俺老猪这么骂你，你都没反应。悟空，你是不是和9527施主交谈了什么？平生不修善果，只爱杀人放火，忽的顿开金家，这里扯断玉锁。西行路上北学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。修这样的正果，又岂是俺老孙本来的模样？我命由我不由天，俺老孙可没疯。紧箍没了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悟空，悟空，你要去哪？观音菩萨将这个紧箍交给我的时候，说悟空戴上之后，自然会生根长肉。如果他没有成功保我西天取经，消除他的业障，是根本摘不下来的。可好端端的紧箍怎么会掉下来呢？我看啊，80%是那个9527干的，他多神通广大呀，如来佛都干不过他，何况是观音菩萨的一个紧箍呢？
你这紧箍摘掉了。师傅平日念叨的咒语叫做紧箍咒，又叫定心真言。这个定心真言箍的是头，定的是心，约束的是行为。我天生的长，从始至终都想要一个正果，可修成正果哪有这么容易？要想得正果，就必须遵守规矩，按照定下的规则来，不尊重规则就得不到正果，所以就要紧箍。我悟了，这样的正果我不想要，于是紧箍感觉不到要箍的东西，所以它自己就掉了。好事，接下来你打算去哪？我想先去灵台方寸山，我已几百年没有见过祖师了，告辞。师傅，9527说我的一切都是设计好的，我不愿相信，您对我的教导难道也是假的吗？师傅，弟子走了。你这猢狲啊！大王，您不是保护那唐僧取经了吗？怎么有空回来了？这次回来您住多久啊？还走吗？暂时不走了，就在这花果山也挺好的。所谓的正果可能就藏在这山里。小的们，将好吃好喝的都拿出来，给大王接风洗尘。那老师的经书，谁爱去许谁就去许，俺老孙是不去了。也不知悟空去哪了，悟能、悟净，你们俩出去找找。师傅，要我说，咱们就去找9527，肯定是他撺掇猴哥逃跑的，他肯定知道猴哥去哪儿了。那你便陪为师去找一趟9527施主吧。9527，出来，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八戒，不可无礼，贫僧唐三藏求见9527施主。圣僧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这妖人，肯定是你施展了什么妖法，让我猴哥迷失了心窍。我看他八成在你这怪异的房屋内，快将人交出来。人不在我这，你们去旁处找找吧。不过我猜，即便你们把人找回来，他也没什么取经的心思了。阿弥陀佛，八戒，我们先回去吧，相信佛祖自有安排。如来，如今你的伤势已经痊愈，我想听听你对那9527的评价。回禀接引圣人，您是佛教始祖，也是弟子们口中的阿弥陀佛。弟子对您不敢欺瞒，我实在看不透他。9527已然超过了我佛门当时佛主的认知，看来确实需要我和准提佛母出手了。阿弥陀佛，我佛教注定东西。观音尊者，听说你曾去过老君那里，他怎么说？是，弟子曾前去拜访老君，老君跟我说，9527不是他的人，也跟他没有半点因果，出现纯属偶然，但具体情况他也算不出。难道是无根生？不可能，如今是何年了？早就没有这样的条件了。就算有，他也不能寂寂无名这么多年。这话倒也没错。大雷音闭关多日，西行团队等待多时，也出了一些变故。观音尊者，你跑一趟吧。并法旨。我佛啊，您睁开眼，看看您迷途的弟子吧。弟子唐三藏拜见菩萨。您可是为了悟空而来，他摆脱了紧箍咒的束缚，已经离开多日了。我正是为此事而来，悟空现在已经误入歧途了。罢了，我带你一起去看看。老猪也去，沙师弟，你留下看行李。悟空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观音大士啊，有失远迎啊！不知道菩萨来我花果山找我有何事？你这泼猴，快住口！还不快快跪下，给菩萨认错！孙悟空，你为何私自离开你师父，不去待在他身边，保护他去西天取经？回到这花果山做什么？离开是因为我看明白了，所谓的正果也不过如此。如果你们的成果是牺牲他人利益来满足自身的话，这样的成果我不要也罢。说白了，西天取经就是一出戏，我不想演了。悟空，我们师徒多年，你怎么能忍心丢下为师呢？师傅，其实9527说的不无道理。大乘佛法真的好吗？你带回大唐，真的能让大唐更加兴旺吗？我看未必。我觉得9527说的很对，师傅，你还是回大唐更好。如果唐王有要求，我可以去帮你，毕竟我们师徒一场。一派胡言！你这猢狲居然被那妖人蛊惑，冥顽不灵。菩萨，狮驼岭就在灵山不远处，你去那里比来我这花果山更方便。你为什么不亲自带着我师傅去那里参观呢？届时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，何须在这里斥责我？悟空，你不懂，这一切都是定数，不要被表象和一些言论所迷惑，就无法看透真相。用佛语来说，现在的你已经这香了。没这香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找到了自我。现如今，我只想守护我的花果山。至于西天取经，观音大士，您还是找别人吧。猴哥，大家走到今天也不容易。以前我闹着要分行李的时候，你还老是打我。现在你行李都不分，直接就走了，也太不地道了。呆子，我向你道歉。以前的我被修成正果这个念头给迷住了，现在的我已经清醒了。孙悟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重新返回西行队伍，保护唐僧西天取经，你私自回到花果山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。答应你的正果还是会给你。
悟空，还不跪下谢谢菩萨？猴哥，回来吧，有事大不了取完经再说。我要是说不呢？悟空，不要自误。自误，俺齐天大圣孙悟空看，没有自误的说法。天道之下，一切都是不可违抗的。即便你能违抗，你的猴子猴孙们能吗？你的结义兄弟们能吗？若想让他们安定如日，你就须得西行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悟空，天道选中了你，你就要陪着天道走完这一程。天道又是所谓的天道。猴哥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别傻了。500年前的教训，你魂忘了吗？为了心中的牵挂低头，不寒碜。观音，你赢了，我有软肋，有牵挂，所有我没得选。悟空，你能想通太好了，快跟为师回去吧。有5271之蓝在那里，如来、燃灯、弥勒三佛出动都无法奈何他。我即便回去，又有何用？我说过，天道不可违，那妖人马上就会被制裁，因为我佛门圣人即将出手。是接引圣人和准提佛母吗？如果圣人也不能奈何他呢？曾经有一位圣人叫通天教主，强如他，因为忤逆天道，还不是一样惨败，所以历史会再次重演。孩儿们，大王我还得继续取经，我能留在这陪你们了。大王说话不算话，说好了不走又要走。孩儿们不要哭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要好好守护家园，等着我回来，知道吗？悟空，这次你私自脱离队伍，犯下佛门戒规，原本是要惩罚你的，但是看在你师父唐僧为你求情的份上，也就免了。以后切不可再犯。另外还有紧箍，带上吧。我已找到真我，为何还要带他？这是一种约束，也是一种修行。这次的紧箍我做了修禁，即使你找到了真我，依旧可以约束你。谢谢观音菩萨赐保，猴哥，不是老猪我说你，你确实有些冲动，带上这个东西也好。再说了，这玩意儿金灿灿的，你戴上更加帅气。反正都戴习惯了，再戴上又何妨呢？妹子，我知你为我好，我戴便是了。菩萨，请您宽恕悟空吧。他已经知道错了。是啊，菩萨，您大人有大量，不要跟我猴哥计较了。他已经知道错了，还请菩萨饶过他吧。我老猪给您磕头了。我没有念动咒语，只是紧箍察觉到他内心有放不下的东西，所以才会自动收缩。这样看他自己，如果他能够放下，紧箍将不再收缩。紧箍不是惩罚，是约束，自我约束。猴哥，听俺老猪一句劝，放过自己吧。悟空，对不起，是为师害了你。我就不应该让你帮我去看什么狮驼岭。没事，师傅，这一切跟你无关。说实话，能够知道真相的我还是很高兴的。猴哥，别再想了，咱陪着师傅把这场西游走完就没事了。你们快看，天上那是什么？阿弥陀佛，看来是2位圣人要出手了。9527，圣人莅临，还不速速出来！圣人，我倒要看看这圣人的本事到底如何。谁在喊我？爷爷在此，正是来打架的。如果是，那就赶紧别磨磨唧唧。他就是9527吗？还真是一个急性子。不过看他的为人倒是坦诚，可惜呀。怎么说？你想保他？不错，未见面时我便打算就地度化他，现在见到他，我更觉得此子与我佛教有缘。虽然放荡一些，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调教。阿弥陀佛，道友，我佛门圣人愿亲自度化于你，可愿来我佛教，放下菜刀，成就今生果位？如来老二，你做什么春秋大梦啊？要打就打，别那么多废话。小子，就让本圣来降服你吧。雷霆半月斩。好小子，却有几分本事。看我的法宝七宝妙术，连武器都是纯金的，够排场。那是自然。我的七宝妙术当年可是碎裂过通天教主的剑，这是圣人级别的法宝。那就试试看吧。小贼，你到底是谁？你手中的菜刀又是何等法宝？为何如此逆天，竟然能跟本圣的七宝妙术一战？不跟你说了吗？老子叫9527。至于这菜刀是中国制造，便宜又耐用。不要多废话，继续打。施主，你这样的实力，我认可你了。万古岁月里，除了通天，你是第2个把我逼到这个地步的人。我准提愿意称呼你为圣人之下第1人。你也太高看自己了，谁稀罕你的认可？大道之力，施主伏诛吧。什么大道不大道？我听不懂。大道之力是天地的力量，法则之力。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你打不过我，现在开始借助天地力量了。那我也借个雷，给你玩玩。
天道之下，什么样子的雷法都是无用的。只有最震慑的雷霆，才能击碎最沉重的黑暗。我掌中的不只是力量，也是打破这世间桎梏的钥匙。狂妄，实在狂妄。雷霆击碎黑暗，没有用的，接受天道的制裁镇压吧。区区雷法之力，怎么可能敌得过大道之力？什么狗屁大道之力？老子打的就是大道之力！皮老贼，再吃我一拳！我的掌穿了，我的掌居然被打穿了啊！怎么样，准提圣人，谁说雷法就轰不死人啊？这不是破掉了你的大道之力？年轻人，你不要太气盛。师兄，不用管我，这点小伤没有什么，我可以压制住。我们先一起上，收拾了他再说。师弟不可大意，大道之力的本事还是重视为好。我先为你疗伤。君子不成人之危，建议你专心给准提疗伤。你放心，我绝不搞偷袭。我跟你们佛门不一样，我一向光明磊落。那你们先忙着吧，我先下去了。抛开对比关系，这9527真乃其人也。我可以感受到，此刻他的呼吸平稳，心无杂念，却是遁入空灵之中。确实是一个奇人，我等败在他手上不冤枉。我只是很好奇，为什么9527不乘胜追击，反而要放过准提圣人呢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是，他也受伤了，现在看似是躺着休息，实则是在偷偷疗伤？原来如此，我就说嘛，我的都被天道之力反噬成这个样。9527怎么可能听见雷法，毫发无伤的破掉天道力？他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什么光明磊落不高偷袭，其实是担心打不过我们吧？我们认了他的响。阿弥陀佛，我佛门大兴，乃是天定，圣人出手，自然无所阻挡。你们且看好，这一次看本圣如何覆灭了他。我去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次是我赢了。准提佛母下方已是一片废墟，想必那9527已经被镇杀了。准提师弟，你也是太冲动了，下界方圆百里都因为你而遭殃，你杀业太重。回去之后，我为你摆渡，给你消消业障。佛门大兴才是我真正在意的事情，其他的都是浮云。如来战斗结束之后，你带一些弟子下去做法，为下方生灵送一篇地藏菩萨本愿经，超度一下，顺便跟地藏王菩萨说一下，让他照顾一下这些死去的亡灵。谨遵法旨，我佛慈悲。王八蛋，佛门真没一个好东西，白费老子一片好心，居然搞偷袭。你居然还活着？怎么？对于这个结果你很惊讶吗？刚才的手掌是你打的，是我又如何？你们佛门向来号称慈悲为怀，你难道不知道出手对付我会对下方生灵产生什么样子的结果吗？这难道就是你们的慈悲？圣人行事不需要理由，圣人杀机更不可改。我确实错杀了下方的生灵，但这一切都是天道注定的。什么狗屁天道？换句话说，你阻碍佛门大兴，就是有违天道，所以我才要解决你。那些圣灵也都是因你而亡。再说，众生皆苦，死在我的手下也是解脱。口灿莲花，心如蛇蝎。我今天总算是明白了，为何文殊的青狮精在乌鸡国能做出那种鸟事来，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脉相承啊！岂有此理！竟敢教训准提佛母，冒犯无佛母者四。以慈悲为怀的佛门，去张口闭口就是杀，真是可笑！我就满足你们，让你在杀戮中得到忏悔。你们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必要，吃我一刀！未成圣位都是空谈，让我镇压你！大刀向秃驴的头上砍去！师兄，助我！师弟莫慌，为兄来也。施主，你罪孽深重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就让本圣来超度你吧。满嘴顺口溜，你想要考研？师兄，这小子很妖，一直随着我的力量波动而战斗，压制我而不胜我。你我联手，快点解决他，不然让三界看我们佛门的笑话。好，你我师兄弟也许久没有联手抗敌了。好手段，灵珠奈何不得你，但我手里的青莲宝色旗可不是吃素的，你劫难已至，接受审判吧。就凭你俩也配？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没有谁能够审判我。你怕马的天道，万头齐鸣！老秃驴们，如何？不是说要我伏法吗？你们就这点手段吗？年轻人，你不要太气盛。道友，或许我们之间是有什么误会，可以坐下来谈谈。谈，就你们也配？废话少说，老子气还没消呢，看打！道友且慢。是老君啊，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道友，能否卖老朽一个面子，就此停战可好？你们彼此双方再谈谈，可否？老君啊，你这让我很难办啊。
对于佛门，就是要放弃幻想，准备战斗，不把他们打服气，他们根本不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道友息怒，先谈谈再说。两位站得那么远干嘛？上下一叙吧。想必你们双方交手之后，对于彼此的实力也有数了。9527道友本领高强，再打下去，对于佛门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老君，你怎可以长他志气，灭我威风？你安心些，听我说完。9527道友也须知，佛门不仅有2圣，还有身后的万佛以及诸多信众，双拳难敌4手，再打下去对你也是不利。我可不是吓大的，就凭那帮虾兵蟹将一起上来又如何？我直接一刀斩。9527，你莫要太狂妄，竟连老君的面子都不给吗？老君，不如你随我们兄弟俩一起出手，摆平这家伙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反正来都来了，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做世俗总要男人无惧无畏。道友，我相信你的实力，更佩服你的勇气。两位圣人，说说你们的条件吧。我以佛门之首的名号担保，只要你不再阻拦西行之路，让我佛门东行过去，你开金口，3界之中，我佛门能够办到的，本圣都可以考虑。真的吗？那就让如来退位，佛祖的位置给我坐。阿弥陀佛，只要施主不食言，我愿退位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这不是地藏王菩萨的台词吗？你咋还抄袭呢？我准提好歹也是当世圣人，佛门佛母，见不得为了商量事情拿自家佛主开玩笑，这个条件我不能答应。道友，如来是我佛门当世佛主，身上背负着我佛门大气运，擅自退位，对于我佛门来说有巨大影响，这个条件我很难办。难办？那就别办了。道友，当真要和我佛门死磕到底吗？就凭你们也配跟我死磕到底？回家洗洗睡吧。是。感谢老君居中调停，我代表佛门谢过。但您也看见了，不是我佛门不愿意和谈，是这个家伙根本没办法谈。劳烦老君白跑一趟，我们先告辞了。道友何必呢？老君，人活在世上，总要做些事情。我能来到此地，想必也是你们那个所谓天道的安排。既然如此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来到这就一件事，那就是公平，公平，还是他妈的公平。幸亏我的系统能凭空生出物品，要不然这段壁残垣还真不好收拾。太白金星，你怎么来了？道友这一战，名号那是响彻3界啊！陛下托我给您带个话，道友如此实力，他有意想和您交个朋友。怎么个说法？不会跟猴子一样，随便封个没实权的齐天大圣吧？以北玄道友的实力，自然受封为大帝。你的意思是，玉帝请我当一次并肩王？正是。那我收了这个封号，不会跟那些神仙一样不听话，还要挨姜子牙的打吧？如今的3界之中，谁还敢对您不尊敬啊？您放心，只是受封，不担任天庭任何职务，也不受天庭制约。您原来怎么着，以后还怎么着，而且您还能享受天庭的一切资源，像是参加蟠桃大会等等。行，告诉玉帝老儿，封吧，我接受了。那陈太白就先在这里祝贺大帝受封了。我还是喜欢你原先称呼我道友的神态，你恢复一下。如今这3界都得尊称为您北玄大帝，臣可万万不敢称呼您为道友。我现在就立刻回天宫，受封旨意马上就会晓谕3界。奉玉帝发旨，敕封9527为北玄大帝，威同齐天，众仙见北玄，如见昊天上帝亲自。天庭不仅封了9527为北玄大帝，还昭告3界。这张法旨完全是在打佛门的脸啊！勿要争执，都听阿弥陀佛和准提佛母的安排。师弟，你怎么看？我还能怎么看？我压根不想看。师弟呀，你我早已成佛，怎么还如此意气用事？万古岁月，只有我们师弟两谋划别人。现在呢，玩了一辈子的鹰，被鹰给啄了。可我掐指算过，天道依旧未有任何变化。我也算过，跟你的结果一样。难道这要重现当年的历史？没办法，天道如此，你我又能如何？只能遵守。佛祖，我有一个提议，可破9527。悟空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有何妙计啊？反正西行就是为了取经，现在我们来了灵山，你现在直接把经文给我师傅不就行了？9527不是拉在那里吗？没关系，我们直接飞回大唐，取经完成，西行完成。猴哥，还是你聪明啊！大师兄说的对啊，悟空所言倒也不无道理。悟空啊，这西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西行乃是天道所定，9981难，需要你们师徒4人一个一个的去经历。你们回去可以直接一路飞，但是你们来必须要一步一个脚印走。悟空，确如我佛所说，不然我们早就用你所说的办法了。佛门现在如此大费周章，目的就是为了帮你们度过这一关。可是现在你们也都打不过啊，难道西行就停在这里了？
圣人莫怪弟子说话难听，那场争斗啊，老孙看得清清楚楚。你二位联手也没能灭了那9527，总不能让我们师徒4人空等着吧？猴哥，说话归说话，别揭人短啊！不必担心，西行之事，本圣自有安排。观音尊者，送他们师徒4人回历南点吧。弟子遵旨。这咋一片荒凉啊，连棵草都没有了。呆子，你忘记了那9527跟佛门圣人之间的战斗，导致方圆百里受到重创，这才一片荒凉。是啊，要不是看见远处9527的住所，我都不认识这里了。阿弥陀佛，菩萨，这周围环境生灵，您能否起死回生？三藏，你不必担心，一切皆有定数。师傅，我们从五指山出发，路过一户人家，那家里有个老头和一个小孙子，您还记得吗？为师还记得，怎么了？当初那伙劫匪袭击老人和他的孙子，我出手伤人，师傅你怪我不应该，要教训一番便好。可是师傅，我们走后那匪徒卷土重来怎么办？到时候谁来保护老人和孙子？师傅想说一切都是定数是吧？那您看看吧，方圆百里的生灵是生是死，一个定数就全部解决了。确实是我欠思量。当初师傅你怪我不分青红皂白就随便伤人，可是师傅啊，恶人如果不除，那就会伤害好人，怎么能够一个定数就放任不管呢？又怎么能面对恶人还能说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呢？这佛成的也太荒唐了吧！我说猴哥啊，你少说2句行不行啊？悟空，为师错了。师傅，其实你已经取到心中的真经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吗？你们身上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贪图的吗？我就是来看看你们，顺便请你们吃个饭。这不是法术，是真实的食物，不少还是我家乡的特色菜呢，大家都来尝尝吧。猴哥，来尝尝我老家的啤酒，纯酿，绝对好喝。悟空，我们是出家人，怎么可以饮酒呢？庞大佬啊，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，叫做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？当然了，你们的那个佛确实不咋样，你看看这周围搞的。我记得上次你给我看了一本叫《西游记》的书，拿出来让我师傅也看看。他看没有必要，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叫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这是何意？你看这满桌的饭菜，你师傅想吃却不敢吃，是因为这些年所受的规矩约束了他。即使本能反应如此强烈，他也可以用默念经文去欺骗自己的内心。可他尊崇的佛若真慈悲为怀，那这方圆百里怎会寸草不生？比起佛的这种行为，吃上一口肉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师傅刚才跟我认错，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不对，只是他还需要时间接受。而且我认为，既然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，那是否可以让他换个梦继续睡呢？这话弯弯绕绕的，还挺有哲理。施主，贫僧内心有个疑惑，不知道施主能否为贫僧解惑？请讲。施主明明法力如此强大，就连佛门的至高圣人都无法伤及你分毫，那为什么从一开始你战斗就在留手，仿佛在陪我们这些还有天上的神仙演戏一般？因为整个西游就是一场戏，只不过我不太喜欢导演的布置方式，于是我亲自下场搅乱这场戏。我知道施主的目的是阻挡我们西行，从而阻止佛门东兴，但以施主的实力，完全可以对抗整个灵山，甚至可以直接掳走我们师徒4人，为什么偏偏要堵在这里呢？你以为我想啊？我也是被随机刷出来的好吧？出生点又不是我选的。随意刷，这是何意？就是俗称的缘分吧。缘分来了，于是我就到了这里。施主也信佛缘？我不信佛缘，佛缘一向只度对他有利益的事情。施主也不能如此说佛门吧？毕竟我佛慈悲呀。佛度有钱人，你没钱试试看。等你走完西游，到最后灵山取真经的时候，你最好是准备点银子打点。银子？俺们出家人哪来的银子？要是真有银子，还至于去化缘吗？这年头不给钱，谁帮你办事啊？而且我佛不度穷比，坑也是坑有钱人，这点佛门还是挺良心的。比道家强，道家是爱信不信，别烦他修仙就行。那你堵在这里，就只是简单的不让佛门大兴吗？刚开始是这样，现在我就想要一个公平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口中的公平指的是什么？圣人还有天上的神佛们权力太大，根本没有人监督他们，所以才会导致权力的肆意使用，对于比他们弱的生灵可以随便主宰。这便是极度的不公平。神仙佛都是依靠自己苦苦修行上去的，作为神灵拥有一定的权利，这也是正常的。毕竟他们也管理着这3界。是啊，而且3界之中也不是没有监督神仙的机构，像天庭就有执法的司飞府和活府，还有二郎显圣真君掌管的司威府，都是严格监管天上的神仙的。2位曾经都是天上的人，应该很清楚。执法部门里面的也是神仙，大家同朝为官，说的好听是相互监督，但是真的监督到位了吗？只要做的别太过分，平时不都是睁一眼闭一只眼的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做？天庭的存在确有必要，
但是垄断了上升通道，导致了神仙的流动性很差。长久下去，一个神仙在同一个岗位待的时间长了，必然会滋生一些权力滥用的问题，甚至可能会出现不干活的行为。天庭的修仙通道确实是缩小了不少，那帮家伙把位置占住之后，又加入了天雷渡劫来控制飞升名额。说的没错，所以必须要重新开启修仙通道。施主是要改革修仙界呀，这比阻碍佛门东兴还要难呢。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跟着我混，一起帮人族接上修仙的腿？不可不可，悟空还要保我去西京。圣僧啊，我觉得人不要被自己的思维局限住，你可以换个取经的方式，比如说他们不给，我们就直接抢。施主，这不太好吧？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唐王李世民不也干掉了他的弟弟吗？唐长老身为唐王玉帝，要发扬好传统美德。只要跟我混，过了今夜，我来点化你，你直接上灵山杀佛祖，抢圣经，从此西天你做主。还有八戒，你不是梦想娶嫦娥吗？跟着我混，我把嫦娥许配给你。嫦娥仙子是过去式了，俺现在心心念念的都是高老庄的翠兰妹子。至于沙僧，你一直以来没有存在感吧？脏活苦活都是你干，其实你也很累吧？你难道不想大喝一声吃俺老沙一保障？我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至于猴哥，你要不要跟着我一起踏凌霄、醉玉阙？若一去不回呢？也一去不回。你说你这个死猴子，你头上被人下了套了，你还想着那些事情干什么？悟空，别再想了。施主，你要是真想拉我大师兄入伙，也要帮他把头上的紧箍给去掉啊！这都是小意思。9527，你当真能帮我把紧箍去掉？等我摇个人，我立马就能帮猴哥去掉这个紧箍。系统，快出来！10万火急！童子，麻烦帮忙，帮我把猴哥头上的这个紧箍给去掉。尊敬的穿越者9527号，您好，明天系统升级到3级之后，您就可以点化万物，直接将法器紧箍点化为废品。你的意思是过了今晚才能搞掉他？这猴哥现在头疼着呢，别见死不救。再说了，我一个跟2圣打平手的人，还搞不定观音的紧箍，这让我在唐僧师徒面前多跌份啊！帮帮忙吧，童子。很抱歉，暂时没有相关服务提供。大仙，你倒是快点啊！我猴哥都疼死了。我刚算了一下，时机未到，这个紧箍现在还不能摘。你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，还信时机这一套啊？那是自然，我好歹也是道门中人。可悟空疼得不行，敢问施主，何时才算时机到了？明天就可以。太好了，但要是咱们偷着把紧箍摘了，观音菩萨知道后来问责怎么办？唐长老，你不要慌，过了今晚，我直接点化你们，观音什么修为，我就让你们也有什么修为。我们读的书少，你可不要骗我们。当然不骗人，但我眼下有点更重要的事，八戒，要不然你陪我走一趟地府。去地府干啥？我想去找阎王爷谈谈，放过方圆百里这些生灵的魂魄，等我后面用逆天大法将他们全部复活。阿弥陀佛，施主大善。八戒，带施主走一遭吧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那么多生灵，你去帮忙也是功德一件。那俺老猪就陪你走一趟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丰都城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丰都城，我不能白来啊！八戒，你帮我跟城门拍张合影吧，等会我出现在手机里，你按一下快门就成了。不错不错，童子给的手机还不赖，如此黑暗的环境下，成像效果还这么好。童子是谁？这宝器就是他给的吗？大胆，尔等何人，敢在黄泉路上发出异常光亮，惊扰了秦广王，当斩！秦广王，来拍个照。大胆，竟然敢在冥界的地盘上对本阎君使用法宝，不可饶恕！老秦，不可！猪八戒，注意你的称呼，你现在是什么档次？也配叫我老秦？姓秦的，你自己找死，那我就不拦你了。大胆秦广王，居然胆敢对本地出手，你阎王的职位还想不想干了？妖孽，居然还敢冒名鬼地，那我今天就更不能饶恕于你了。八戒，给我上！大仙，这等角色，你一巴掌的事情要我上干什么？你见过玉帝亲自下场打小兵的吗？原来大仙你怕跌份啊？那俺老猪上了。秦广王是吧？我今天就让你明白明白，曾经的天河水军司令天蓬元帅是什么档次。猪八戒，你这是在帮助妖人？妖不妖的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惹怒了大仙，你们地府都得沉。再吃我一钉耙。八戒可以啊，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等本事呢。真是痛快，俺老猪都好久没这么战斗过了。何人伤我冥界阎王？参加东方鬼帝大人。八戒，这人牛哄哄的，他是谁啊？地府有5方鬼帝，他们的实力接近准圣修为，但又在准圣之下。其中资格最老、实力最强的，便是东方鬼帝玉律和神书2神。这位便是5方鬼帝中的东方鬼帝之一玉律。
原来是他！此二人扰乱我地府，悍然对我动手，辱我地府威名，恳请玉律大人出手。鬼帝又如何？惹毛了我家大仙，一脚给你地府跺沉下去！大人，您看看这是何等的嚣张跋扈！我就是嚣张，有本事你来打老朱！什么五方鬼帝，我家大仙打的就是鬼帝。没错，鬼帝级别被本帝出手了。狂妄，你也胆敢称帝？这特效有点意思，跟变魔术一样。比如来和观音会玩多了，我还真没跟鬼打过架呢。今日便是上一世。哪里来的怪人？对战的时候居然用菜刀？不对，该不会是那位吧？大人，您是不是打错人了？没用的东西，差点给我惹了大祸。我今天真是有眼不识258万，在下东方月，久仰北玄大帝威名，有失远迎。刚刚的那个秦广王呢？小秦说自己困了，我就送他回家睡觉了。手下人不懂事，大帝见谅。你刚才不是还叫嚣我家大仙狂妄吗？天蓬元帅，你看看你，这不是误会了吗？今天来的时候多喝了2两，这冥界有黑灯瞎火的，这才没有看清楚北玄大帝的真身。难得大帝大驾光临，我月雷调大摆宴席，稍后我自罚3杯向大帝赔罪。你倒是会审时度势，大帝这刀可真亮了，可以收起来了，都是一场误会。大帝是第一次来地府吧？我带您转转，顺便介绍您与丰都大帝认识。北玄大帝，久仰大名啊！我略备酒菜，为您接风，快快请坐。我听玉律说，大帝过来的时候，路上发生了一点不愉快，都是我管教属下无方。无妨。神书转朕旨意，脱去秦广王的官服，拿走他的阎王令，打入18层地狱，永世不得释放。陛下，秦广王身为10殿阎王之一，受天庭册封，贸然撤去官职，恐怕不合规矩。秦广王冒犯了北玄大帝，就等于是冒犯了昊天上帝。朕身为冥界统帅，如果不惩罚他，天理何在？王法何在？丰都老兄，我倒是有个惩罚秦广王的好主意。听说地藏王菩萨的忏悔经文有将近2万字，就罚秦广王禁足殿内抄写经文1000份，以赎罪孽。北玄大帝宽宏大量啊，让朕惭愧，但此惩罚会不会太轻了？俗话说得好，不知者无罪嘛，没必要因为这个就罢免秦广王。毕竟一个成熟的阎王培养起来也不容易，离职成本太高了。还是大帝思虑周全，我替那个不成器的东西敬您一杯。北玄大帝，此次来我地府，可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还真让老兄猜准了。前2日我跟准提接应干仗的时候，方圆百里的生灵都被准提那老东西一掌拍死了。这些生灵纯粹是无妄之灾，所以我想请老兄你把这些人都给复活，也算一桩功德。这是不是老哥我推脱，而是我也做不到？是因为没有肉身对吗？没错，如果有肉身，哪怕烂了，我都有办法让这些人还阳。但没有肉身的话，就真回天无力了。我也隐约猜到了，那这批亡灵能不能先别他们投胎，找个地方让他们住下，等过段时间我再来接他们？没问题，勾取魂魄等事宜，秦广王更熟悉流程，我照他前来回话。微臣参见陛下，参见北玄大帝，参见2位鬼帝，参见天蓬元帅。冲撞北玄大帝一事，你可知罪？臣知罪，请陛下责罚，请北玄大帝宽恕。北玄大帝大人有大量，已经饶恕于你了，还不快快谢恩？谢北玄大帝宽恕。秦广王，我们之间的误会就到此为止。你先起来，我有话问你。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去人间勾取那些大量枉死的冤魂了？是，微臣当日在殿中处理事务，忽然生死簿上发出红光，显示一大批非正常死亡人员，而且数量极其庞大。于是微臣亲自带队前去人间查看，毕竟大量枉死之人，如果不及时勾魂，就会化作厉鬼，危害人间啊！你倒是尽职尽责，不枉我为你说情。那我再问你，那些魂魄现在在哪？微臣带着黑无常和手下人，将这些枉死之人带回地府，但在途中地藏王菩萨传音给我，让我把魂魄给他送过去，同时一条佛道之路在我面前展开，我便把那些魂魄给送去了。地藏王菩萨又凑什么热闹？难道是西方2圣的命令？这么一闹，就又成了我和佛门的事儿了。丰都老兄，劳驾找个人给我带路，我要去见地藏王菩萨。那便由秦广王带你去码头坐明船，前去地藏王菩萨的住处。多谢丰都老哥帮忙安排，有劳了。功德是功德。上船。北玄大帝，请上船。秦广王，这黑袍是谁啊？你刚才发出的黄光又是什么？回北玄大帝，这骷髅人是4王之海的摆渡人，也是这条冥船的驾驶者。要想使唤他，就必须要花费功德。刚刚微臣散发的那点点黄光，就是功德。那他归谁管啊？这个微臣就真不知道了。据说从地狱诞生，死亡之海存在的时候，他就在了，甚至比地藏王菩萨来的都早。连丰都大帝坐摆渡船也得交功德吗？没错，陛下曾经因为这件事跟他交过手，但是这玩意好像不死不灭，他也不攻击你，就是朝着你要功德。这么厉害啊，居然能不死不灭！微臣知道您法力高强，可能遇到这个玩意想试试手，但是他就是一个开船的，万一您真一巴掌把他给打废了，这死亡之海就没船家了，我们往后就难办了。放心，我就随口一问，不会打他的。北玄大帝到了，请下船。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本座等待已久，恭请北玄大帝光临。岛屿正北最大的那个洞穴，就是地藏王菩萨的居所。想必您定有要事与菩萨商讨，微臣就在此处等您。也好，这就是谛听吧？乖，这毛真顺啊，比我老家养的旺财毛还顺。我讨厌没有边界感的人。还有，我是神兽，
不是凡人家养的狗，你才旺财呢，你全家都是旺财。北玄大帝也信佛，我拜的是我心中的菩萨。没想到施主说话还颇有禅意。我说地藏王，在这样的环境下，1天2天还好，时间长了，就这一只大猫陪你，你不觉得孤独吗？阿弥陀佛，地狱1天不空，贫僧就在此1天。不管是出自什么目的，你能待在这个鬼地方这么多年，就说明你比西方那帮佛要靠谱不少。如果再给我1次机会，我才不会发这么大宏愿，还什么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，就这烂摊子，地狱啥时候也空不了。主人自从被外派出差到这里来，就再无回去的希望。好在他把那些人类魂魄弄在手里，就为了跟9527攀上点关系。没想到这人还真来了。北玄大帝，请。这是什么？大帝何须遮掩？您不就是为此而来吗？这莲花台里全是因圣战往祀的人类魂魄，有我的佛经庇护，灵魂不会受到这地狱的侵扰。就连圣人都算不出我的踪迹，你居然能算到我会来这里？北玄大帝谬赞，您的行为连圣人都算不到，我自然也算不出来。毕竟谁也不会料到，像您如此实力的人，居然为了人间亡魂，亲来此的。多谢。听闻北玄大帝有办法可使这些人复生，这遭人肉身之法可是无上大法，唯有女娲才会。只要给我时间，就没有我办不成的事情。你这个人情我记下了，以后要是有事情求我，可以派人找我。阿弥陀佛，恭送北玄大帝。刚刚他摸你的时候，你感觉到了什么？菩萨，我听不出来，他的实力太过强大，我根本无法感知到他的内心。也对，如果真的是他，你也不可能感知出来。菩萨，自打听到了张北玄的消息，您就每天每夜都在算，想跟他扯上关系，见上一面。今日一见，您还不能确定他的身份吗？阿弥陀佛，佛曰不可说，不可说啊。可算是回来了，现在都是第2天了吧？不知道俺猴哥咋样了？大仙，你不是说今天就可以帮猴哥弄掉紧箍吗？没错，你先去照顾孙悟空，我稍后就过来。系统，快出来，我现在可以升级了吧？尊敬的穿越者9527号，恭喜您系统成功升级到3级，获得新技能点化万物，拥有点化世间万物的能力，让凡人变圣人，让鸟兽变神兽，让废铁变仙器。升级到2级的时候还送了我一个手机，现在升到3级了，什么奖励都没有吗？系统奖励：霸王生长液，中药草本配方，可以使万物复苏，获得强大生命力，很强、很柔、很亮。我正打算让玉帝派人过来植树造林呢，结果你直接送了我一个霸王生长液，童子很贴心啊。孙悟空，我答应帮你取掉紧箍，现在我来实现承诺了。变废铁。没了，俺老孙头上的紧箍没了。大仙不愧是大仙啊，朴实无华。阿弥陀佛，善哉善哉，多谢施主施以援手，挨悟空自由。可若是灵山方面知道此事，不要这么垂头丧气的，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。如果你们不愿意，又害怕自己没有力量，不要紧，跟随我，我将带你们去寻找光明的道路。大仙，你说的倒轻巧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个世界还有其他圣人呢？圣人，在我眼中跟凡人没有什么区别。你是无所谓，但我们不行啊。猴哥，你还是没有跳出内心的紧箍。从今日起，你孙悟空便是准圣修为。你在搞笑吧？你手一点，我就准圣了，开什么玩笑？不对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怎么感觉自己的修为精进了？好像真是准圣修为了。真的假的？猴哥，你不要骗我。那咱们两个试试手。猴哥，够了，快收了神通吧。猴哥，你去哪儿啊？俺老孙去一雪前耻。大仙，猴哥都出去雪耻了，给我也来点一下吧，我也要准圣，我也要去雪耻。你准备去哪里雪耻？华凌霄碎玉阙。你们这帮人也太膨胀了，有了实力，第一时间回去找场子。幸好我没给孙悟空升级成圣人，不然可有得完了。我猴哥都起飞了，大仙，快点化我吧。八戒，你还得经过我的考察，等考察合格之后，我就给你提升修为。好吧，那我且再等等。唐长老、沙和尚，两位看见了吗？我想提升一个人的修为很简单，全看我愿意不愿意。所以你们好好想一想，如果愿意跟着我混，想要挣脱这离谱的命运，欢迎来找我。9527施主确有大能耐，悟空能得他点化也算机缘，只是不知悟空现在去哪儿了，切勿闯出祸，是才好啊。孙悟空，你头上的紧箍呢？该了，观音菩萨，俺老孙对你一向尊敬，你速速闪开，我要找如来老儿算账。大胆孙悟空，居然敢对佛祖不敬，你可知罪？你真的很烦，来吧，菩萨，施俺老孙一棒。大胆，大慈大悲掌。孙悟空，你为何忽然之间实力暴涨？想知道啊，菩萨，那就先问问我手中的金箍吧。还是让如来应战吧，你抵挡不了我的。我佛弟子不敌，
给您丢脸了。观音尊者，你且退下，这猴子有古怪，让我来试试。如来，你终于敢应战了！今日我前来就是找你报仇的。500年前，你利用境界比我高，用你的无知法欲降服我，成了我一辈子的笑话。500年啊，你知道我这500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是你孙爷爷一巴。孽畜，不得无礼！看来是我小瞧你了。阿弥陀佛。孙悟空，你斗不过我的，我的金身有信仰之力加持，还有佛门气运，更有接近天道之力的庇护，就凭你也想蚂蚁撼动大树？说了这么多，我就是肉身比较抗斗而已嘛。孙悟空，你是第一个将我逼到如此状态的人，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忽然之间实力暴涨到如此，但是我想肯定跟那952鸡脱不了关系吧。你猜的不错，但是你猜对了又怎样？而且如来也给自己脸上贴金了，面对9527，你这个状态都没有来得及开启，就被干掉了吧？住嘴！你这孽畜，受死吧！老家伙果然有2把刷子，也以为就你能大力出奇迹。再战再战！孙悟空，你已成魔了，不封魔不成活。吼吼，伏法！如来这一招也是用尽了你的毕生修为吧？告诉我，你的境界为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到如此地步？是不是那9527动了什么手脚？我奉劝你一句，最好不要跟9527作对，他的力量你根本想象不到。参见准提佛母。一个猴子居然能将你逼到这个程度，弟子惭愧。原来如此啊！这猴子境界居然到了准圣，他有如此境界，都是9527从中点化。9527竟能让一只猴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准圣修为，平心而论，就连我和接引师兄也未必能做到。此子断不可留。如来将孙悟空打入灵山之下的禁闭室，好生看管。我现在要和师兄去元始天尊那儿走一趟。二位道友，别来无恙啊！见过天尊。天尊，您这玉虚宫内好生冷清啊！我和师兄一路走来，都未见您的徒弟们呢。我这玉虚宫是冷清无比，你们的灵山可热闹非凡啊！两位应该没有那么闲情雅致，没事跑我这溜达吧？天尊就是天尊，果然一切都在您的计算之内。想必天尊也知道，西行之路我佛门受到了很大的阻碍。听我的徒孙杨戬说，那小子是人修，自称道门中人，阻碍唐僧西行，目的就是为了不让你佛门东兴。二位何不联手度化他？天尊您说笑了，我和准提师弟已经试过了，但我2人联手也只能与那贼子打个平手。天尊，我和师兄思来想去，3界之中谁能救我佛门？唯有您元始天尊呐！老夫早已不问世事。可9527一向主张修仙之事万物平等，还自称是通天教主的徒弟。想当初我与太上老君、通天教主同为师傅，红军老祖的弟子，可我这个师弟通天与我一向不太对付。竟不知他什么时候教出了这么本事的弟子啊！9527出现，很可能是为了清算当年的旧事，想翻旧账，也要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实力。两位，我可以出手相助，但我有个条件：拿下9527之后，他的处置权归我。两位意下如何？谨遵天尊旨意。9527何在？还不速速出来跪见本座！8成又是来找麻烦的，让我阿虎去会会他。我也去，正好上仙刚点化了咱俩，咱们现在也是准圣级别了，非把这人打得哭爹喊娘不成？你俩虽然已经被我点化成准圣，但实战经验还是不足，这人你俩把握不住，还是让我来。想必你就是9527吧？来者何人？你不是自称道门中人吗？居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！我他妈管你是谁！放肆！我乃元始天尊。原来是你这个老小子！你不在昆仑山上好好待着，没事跑我这撒什么哑？狂妄小儿！居然敢对老夫出言不敬，我今天就替道门清理门户。你不就是想来打我吗？扯那么多事干什么？来战！是神枪。你师父通天教主当年可没少吃我这把宝枪的苦头，一旦被他伤到，哪怕是擦破了点皮，就算你是圣人，创伤都很难被愈合。小子，看招！
天尊，你这枪法不赖嘛，跟哪吒三太子有的一拼啊！小子竟然如我，赵四，去吧，盘古幡。我去，这什么玩意？怎么还没靠近，我就感觉到冷了？我的盘古幡可是上古至宝，你躲不开的。怎么会这样？我的盘古幡啊！嚷嚷什么？还你！来吧，老登，继续战斗。小子，你的实力我认可你了。怎么打不过我，开始嘴遁我了？你不要不知好歹，我来只是想会会你，看看你几斤几两。真当我白痴啊？你刚刚打出来的那2件法宝都是1等1的煞气，好不好？你摆明了想屠圣。佛门2圣亲自来拜托我充当说客，他们说只要你让开路，尽管开条件，前提是条件不要太过分。我要是什么条件也不提呢？看在道门的份上，我多劝你一句，不要自误。你如此实力，修行不易，你一个没有得到天道认可的人，能走多远？天道算什么？我压根不在乎。大言不惭，念在同是道门中人，你还得叫我一声师伯，我才屡屡相劝。结果你不识抬举，也罢，就让你像你师父一样被终结吧。师兄，没想到连元始天尊也不是9527的对手，老君又保持中立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了。谁说的？孙悟空不是还在灵山县的牢房里关着吗？他可是我们的王牌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师兄，这猴子都被封印了，还用这么锁住？锁住也好，这等先天生灵孽出，最是完不。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9527的2位手下败将啊！师弟这么大年纪了，跟个猴一般见识干什么？师兄，你没有训过猴，你不会明白的。这玩意儿你不打他，他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主人。孙悟空，我问你，你真的不愿意走完这场西行吗？嘿，你们这些肮脏的圣人，什么利益都是你们提前划分好的，老子才不做你们的棋子呢！真是不识抬举，这等大机缘居然不好好珍惜。你不愿意干，有的是猴愿意干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我乃是天生的羊，怎么可能会有猴子跟我长得一样？圣人谋士本来就是考虑万千，当初我就担心你这头先天生灵可能不服管教，于是我特地训出来一只听话的，果然被我猜中了。六耳猕猴，过来！六耳猕猴，让你学了这么久，你还没有见过本体呢，现在可以好好瞧瞧了。哦，你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就是老子，你这个冒牌货，给我滚开！孙悟空，别怪本圣人心狠，我也是给过你机会的，可是你不中用啊。见过阿弥陀佛，见过准提佛母，东西带来了吗？你们这群王八蛋，把金箍棒还给我！六耳猕猴，现在金箍棒是你的了。注意，金箍棒重13500斤，这个冒牌货根本就不可能拿得起来。孙悟空啊，孙悟空，你果然把自己当成特殊人物了。你之所以能够去东海龙宫举起这个定海神针，那是因为在多年以前，我和师兄就开始了谋划。在这其中加入了一种特殊符咒。后来天地孕育你的时候，我悄悄往石头里面打入了这种符咒，以此来呼应着定海神针。你说什么？好徒儿，你不认识为师了吗？师傅，我已有500多年不曾见您，真的是您吗？师傅，为师特地幻化出一道菩提分身，亲自度化于你，没成想你还是这般执迷不悟，那就不要怪为师不念旧情了。不，你不是师傅，你是假冒的。准提，你这个王八蛋，居然敢变成我师傅来骗我！俺老孙要一棒子敲死你！痴儿啊，为师都叮嘱过你了，日后你惹出祸来，不把师傅说出来就行了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原来一切都是假的。9527说的对，我只是个棋子，就连我的出生都是被安排好的。师弟何必做得这么绝呢？这不仅仅是斩他，也是在斩我自己。菩提分身对于他的情感确实太重，都已经影响到本我了，所以为了大业，我必须斩。六耳接金箍棒。是。哦。孙悟空已犯，六耳猕猴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孙悟空。多谢佛母。去吧。悟空，你去哪儿了？为师和你2位师弟十分担忧。俺老孙实力大涨，这不找了一些之前的朋友，好好耍了耍威风，一时忘了时间，回来晚了。师傅，你看，我就说吧，这猴子就喜欢出风头。八
姐，你又在说我坏话了。腾，你这个遭瘟的猴子，3、4天不着家，回来就欺负俺老朱。我说八戒，这可不能怪我，谁叫你说我坏话？这遭瘟的猴子，难不成是在外头被人打了？我咋感觉他有点不太对劲？猪八戒求见大仙。阿福，你去把人带进来。要不要一起吃2口？给你添双筷子啊！俺老猪没胃口。那可真是奇怪了，你都能没胃口，发生什么事了？10天前，你给了大师兄准圣修为，他一跃而起，说是去找场子，过了3、4天他才回来。可我总觉得他回来以后有点不对劲，我观察了5天，实在是想不通，这才来找你。他具体是哪不对劲？他没之前那么暴躁了，也不经常打我了。这还不好，你还有挨打的爱好吗？最重要的是，他回来这几天从没叫过我呆子。大仙儿，你说我师兄会不会是被人控制了呀？估计不是被控制，而是被调包了。啥意思？根据你刚刚的描述，你身边的那个孙悟空可能是6耳猕猴，真正的孙悟空已经被关在了什么地方？又或者……不可能，我大师兄已经是准圣修为，圣人不出，绝对的天下无敌。对啊，你也说了，是圣人不出的情况下，他才天下无敌。可若他就是被圣人干掉的呢？我要杀了这只假猴子，给我猴哥报仇。你着什么急啊？再者说，就你现在这个实力，你也打不过那个6耳啊！大仙，赐我力量吧！我要给猴哥报仇，我要打上灵山。放心，我一直很欣赏猴哥，他现在有难处，我肯定要帮忙。如猪刚烈为准圣修为，俺老猪现在也是准圣了，多谢大仙！我现在就去找那个家伙算账，吃俺老猪一耙。八戒，你疯了吗？怎么突然袭击我？八戒，你好好的打悟空干什么啊？师傅，你不要被这个家伙给蒙蔽了。他根本就不是猴哥，他是假冒的。八戒，你好好看看我，我就是你的猴哥。你这个假猴子，模样倒是长得跟我猴哥一模一样，语气神态也模仿得很像。但猴哥从来都是喊我呆子，还有在某些场景下，猴哥只会打我，从来不会跟我讲道理。你绝对是假的，快说，我猴哥到底在哪里？你真的不是悟空吗？师傅，我就是悟空嘛。八戒一定是中了9527的幻术，这才鬼迷心窍。还敢污蔑大仙！如果我不是孙悟空，任如意金箍棒怎么可能听我的话呢？鬼知道你用了什么妖法，你是不是真的？俺老猪一试便知，看打！那就得罪了。妖猴，还我师哥来！你果然是假的，真正的猴哥已经是准圣修为，再加上他的战斗经验，我完全敌不过他。你的伪装水平不错，但战斗力实在太弱。妖猴，受死吧！圣人不会放过你的。果然是西方2圣在搞鬼。师傅，沙师弟，我们必须去9527大仙那里一趟，请他给我们拿个主意，救回大师兄。大仙，您实力高强，按您所说，刚刚的悟空是假的。唐长老认为呢？悟空回来之后，确实比之前要乖巧许多。我说什么话，他都是用心听着。这不就完了？真正的孙悟空对你虽然尊敬，但没有那种上下级的身份，而是师徒情分。大仙能否告知我，我那大徒弟孙悟空现在何处啊？其实你是揣着答案问问题。孙悟空被扣在了灵山，这不是很显而易见的事吗？刚刚我跟那假猴子交手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出来，他用的是真金箍棒。师傅你也明白，金箍棒对于大师兄意味着什么？他是绝对不会主动交出自己的兵器的。由此可见，大师兄一定被限制了自由。二师兄说的对啊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师傅，大家凑到一起不容易，无论出发点是什么，这么多劫难走过来，咱们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所以我必须为猴哥要个说法，即便是打上灵山，也在所不惜。算我老沙一个。可佛门有2圣，我们敌不过呀。这不还有大仙在吗？大仙，求您助我们师徒一臂之力。好，沙僧，准备好了吗？大仙，您要点化我，我何德何能啊？如沙悟净为准圣修为。多谢大仙，二师兄，我跟你一起打上灵山。唐长老，我也给你一件东西。可贫僧不会武，即便成了准圣修为，也不会打斗啊。无妨，伸出手臂，我给你纹一条龙。我现在的境界是准圣，居然能从这金龙之上感觉到一丝压迫感。大仙好手段。唐长老，观音曾经不是教给你一个口诀来制服猴子吗？现在我也教你一个口诀来救猴子。富尔过来。这是我给你的杀手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轻易念动这咒语，切记。贫僧记住了。悟能、悟净虽为师闯灵山救悟空。唐僧，你师徒3人为何直闯大雷音寺？如来，我问你，我猴哥去哪儿了？赶紧将人给放出来，否则的话，老猪就砸了你这大雷音寺。就是，快把我大师兄交出来！我老沙手中的降妖宝杖也不是吃素的。悟能、悟净，
你可知你们在做什么？唐三藏，你是如何管教徒弟的？竟敢对我佛出言不逊！菩萨，我们也是迫不得已，还请见谅。本座不曾见过悟空，他不是一直都跟你们在一起吗？别装了出来！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，你们佛门不就是嫌弃猴哥不听话？于是你们就找了个假猴子，来了一招狸猫换太子，让假猴子混入我们当中。佛门东兴乃是天意，更是天道所指。本座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佛门，更是成合天道。八戒，你要明白，这一切都是定数，被换掉也是定数之一。合着规矩都是你定，最终解释权都在你手上是吧？规矩不是我定的，是天道。什么狗屁天道！今日我就要打破你这所谓的天道！罢了，我便带你们去看看。看吧，你们的大师兄在那呢。猴哥，你怎么了？悟空，你醒醒啊！我是师傅啊，我来救你了。私了，猴哥私了。可是齐天大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呢，他怎么可能会死呢？是你，一定是你害死了我大师兄。孙悟空不是死在我手里，他是死在自己手里。如果你们再这样执迷不悟，下场就摆在面前，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佛祖，你说的岸就是要付出我大徒弟的命吗？三藏，你这香了。你笑什么？我笑我自己。怪不得从前悟空说西行路上北悬来，今日方知我是我也悟了。三藏，天道之下，圣人谋划，我佛门东兴才是真正的大事情，听明白了吗？我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亲自动手解决掉猪八戒和沙悟净，我便不再计较从前的事，你仍旧是我座下的二弟子金蝉子。好，看来你是执意与我作对了，那我便让你亲眼看着他们2个死在你面前。佛祖，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，我徒弟们前途无量，你可不能一怒而杀之啊！你的力气怎么突然这么大？师傅，你用了大仙给你的后手啊！走，我们带悟空回家。狂妄小儿，我今日就要清理门户。雕虫小技，竟敢班门弄斧，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悟能悟净。趁着大队伍还没攻上来，我们赶紧离开，带悟空去找大仙，他一定有办法。系统，我的成长值都突破1000了，现在能升4级了吧？尊敬的穿越者9527号，恭喜您的系统升至4级，获得新技能掌控生死，拥有掌握世界万物生死的能力，一念可让其复生，一念可让其死亡。太好了，这次升级真是来得太及时了，我估摸着等会儿就能用上。大仙在家吗？求求您救救我，师兄！大仙，求你了，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。起来吧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掌控生死。这不是真的，如来来的。猴哥，你看看我是八戒呀，是大仙救了你。我隐约记得我好像在灵山的地牢里，准提用斩心之术杀了我。没错，是师傅带我和沙师弟冲上灵山，把你的身体带回来的。多谢师傅和2位师弟。我们固然出了力，但若无大仙起死回生，你现在也无法站在我们面前。我明白，大仙，曾经我孙悟空桀骜不驯，不服管教，但从今往后，我便是你手中最快的刀。快起来！我现在与佛门已经撕破脸，你当真要加入我吗？当真？不光是猴哥，还有我，还有我们，都投靠大仙。没问题，那咱们就组建个帮派，不如就叫炸天帮吧。可孙悟空，你现在没有武器，可不行啊！要不然我帮你造一个。我用惯了金箍棒，它不仅是我的武器，更是我最好的伙伴。大仙不必担心，我有办法让金箍棒回来。如意，按我心意，快显灵。打伙计，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师徒加上我和山神土地，咱们炸天帮今天就正式成立了。全听大仙安排。这一世将由我等掀翻旧天，重铸大道，让平等之光照彻3界6道，万古不朽。